这次你自明不可没，除了以上，我打算再给你3份额外奖励。第一份奖励是零食和贡献卡，这里面有50万下品零食，外加100万内门贡献卡。但里面的贡献卡，我建议你先不要动。50万下品零食，100万内门贡献卡。当初费尽心机从小石山得到3000多颗中品零食，也不过价值30多万。这可是内门藏宝洞的专用货币，归元宗的顶级资源全靠它兑换啊！多谢长舅。不用客气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据说此符是某位筑基前辈临死前主动散布的护身符，激活后能释放相当筑基中期的防御结界，能量耗尽前能一直使用。这次真是赚大了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样奖励了。你这次救驾，除了对我有大恩外，对宗门也算是贡献斐然。再加上如今长老堂职位空缺较多，所以我准备破例提拔你为长老堂第6长老，接替你师父祭拜，掌管福院。我，6长老？对，我知道你想说自己修为不够，但你不必担心，我会作为你最坚强的后盾，谁来也没用。那成为6长老有什么特殊待遇吗？其实我并非贪念权位之人，相反，我还真有点厌烦被捆绑在某一个位置上为宗门操心。当然有好处，作为6长老，你每年能够领取50万内门贡献，相当于5万下品灵石的基础俸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诸多争取额外贡献的机会，比如福院任务完美达标，传道授业，为宗门培养人才等等。这个职位虽然有点损人，但待遇确实不错，而且成了6长老，纪云山就归我了。通天眼，开！我不是怀疑掌教跟6长老等人串通一气，不然我也不可能将冰凤旗交到他的手里。只是觉得这个时机似乎太巧了些。弟子不仅有冰凤旗，我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35代掌教玉周云前辈的骨骸，掌教不妨亲眼看一看。什么？虽然此骸骨的体格来看，确实和父亲描述的爷爷体型有些相似，但你如何证明他就是我玉骨城的亲爷爷呢？原来是这样的，这次真是多亏小友，在关键时刻将冰凤旗送了回来，不然我怕难以度这次劫难了。或许这也是祖爷爷在天有灵，不想看我玉家一脉就此覆灭吧。玲珑啊，在天有灵这4个字，不过是求个心理慰藉罢了。这世上哪有真的在天有灵？韩进，你将冰凤旗及时送回救我一命，已是大恩。如今又带回爷爷骸骨，更是恩上加恩。你如果有什么想要的，一定要说出来，不然就算我给你赏赐，也未必能送到你心坎上去。既然掌教大人这般说，那弟子也就不矫情了。掌教大人，弟子如今最想要的就是这上面的几种材料。虽然醉老头的封印能够管5年，但我可不敢完全相信对方的话，还是早点解决掉这个麻烦比较好。七叶定魂草、龙涎香枝、玄冰玉屑、火头木心、清明石尘。这七叶定魂草和玄冰玉，宗门倒是能够找得到，不过剩下的3种材料嘛，可就……没事的，有这2种材料也行，其他的弟子自己再想办法就是。这上面的材料都十分罕见，能一下得到2种，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。好，那一会儿我亲自去一趟藏宝洞，帮你取过来。父亲，你伤势还未痊愈，还是我去吧。你们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那也行。我先走了。至于剩下的3种材料，我们宗门仓库虽然没有，但据我所知，墨林秘境内似乎就有火头木存在，而且墨林秘境估计也就在最近1-2年内现世了。
到时我让人进去替你取来就是。墨灵秘境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我在九州秘文上面见过描述，据说那是一种存在于虚无之中，仿佛虚弥空间一样的奇异世界，只有通过特定的入口才能进入。墨灵秘境位于南阳郡的墨灵山脉，每隔7、80年，秘境入口才会现世一次，持续半年左右就会再次遁入虚空。秘境之中存在许许多多的灵药资源，一旦开放，九州各大宗门都会派人进去寻找机缘。我们归元宗作为靖州东道主，自然也不例外。每一届墨林秘境开放，都会派遣大量炼器弟子进去采集灵药。墨灵山脉内竟然还有秘境存在。前不久我还去过那里，除了妖兽多一点外，跟雁荡山外围似乎也没什么不同。掌教大人，我想问问，进入墨灵秘境有什么条件吗？还是谁都可以进的？怎么？难道你也想参加秘境试炼吗？确实有这个想法。秘境本身倒是没什么条件，但是9大宗门派却定了一个规矩，就是每个宗门只能派遣最多100名炼器弟子参加试炼。你若想去，给你一个名额也行，但我不太建议你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十分危险，每一届墨林试炼都有大量人员伤亡，而在上一届我们归元宗的死亡比例更是达到了60%之高。60%？你想要火桐木，我发个任务到功德堂就是了。你完全没必要进去冒这个风险。这个死亡比例确实相当恐怖了。不过，这可是目前打听到唯一的火桐木线索。要是那些参加试炼之人不尽力，岂不是白白错过了？以后再想得到火桐木，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火桐木对弟子十分重要，还请掌教大人给我一个机会。行，既然你已决定，那就给你一个名额吧。墨林秘境的死亡率虽高，但其实倒霉的大部分都是炼器中后期。以你炼器巅峰的修为，只要小心些，问题倒也不是很大。那可是内门真正的核心之地，灵气极其浓郁。好，我答应了。对了，掌教，你刚才让我先不要动贡献卡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内门贡献卡极其珍贵，甚至比灵石都珍贵。除了能兑换各种不传秘术、珍贵宝物之外，对你来说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用处，那就是兑换筑基丹。筑基丹因为材料的缘故极难炼制，而且内门的炼器巅峰并不少，一旦出现，必定会遭到哄抢。我明白了，外门弟子达到炼器10层就能晋升内门，这些人全是筑基丹的争夺者。门派不仅每30年排每一次，底价10万价高者得。而且在墨林秘境结束后，因为带回了灵药，还会额外开炉一次。墨林秘境承担不多，竞争肯定异常激烈。难怪掌教让我先别动贡献卡，原来如此。韩师弟，这就是七叶定魂草和玄冰玉，藏宝洞一共就这么多，我已经全部帮你取来。谢谢师姐。果然是七叶定魂草，看样子保存的相当不错，药力并未流失。玲珑，你去帮我通知一下诸位山主，明日正午到归元峰议事，为父陪韩进去一趟积云山，顺便看看三长老情况怎么样了。是，父亲。走吧，韩进，我们去积云山看看，以防那魔头没有逃离，反而躲进积云山，给你带来隐患。我倒是忘了这茬。若那老家伙真的躲进积云山，我一个人回去岂不是送死？好，有劳掌教了。拜见掌教，拜见三长老。如此，这般。不过，
这一切都过去了。其实我应该感谢他们，若非他们突然跳出来，我还不知道。表面光鲜亮丽的长老堂，竟已烂成这个样子。现在，我决定重新挑选7名德高望重之人进入长老堂，成为宗门新一任长老。怎么是7人呢？就算除去3长老，也应该还有8个名额才对啊。是啊，难道9个席位缩减到8个了？难不成是要把韩进？大家猜的没错，韩进不仅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，逼走那魔头，救了本宗一命，还带回我归元宗35代掌教遗骸。无论是对我个人，还是对宗门，都算天大的功劳。本掌教已经决定，霍格提拔他为宗门6长老，接替原6长老祭柏之位，掌管福院。此事本掌教一言而定，谁反对也没用。掌教大人，那韩进的功劳确实当得起长老一职，即便修为低一点也没什么。可是福院乃是宗门根本，交给他来管理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？岳老哥，你说啥不好？你拿福院说话，难道你不知道那韩进乃是福院唯一获得福王称号之人？连冀北都没有这样的荣誉。什么？福王？这不可能吧？3长老说的并不假，我也听说韩进曾经通过了福王认证，在外门掀起不小的风暴。这还有这种事情？难怪掌教会让他接替6长老之位，看来并非一点考虑都没有啊。那倒是老夫孤陋寡闻了。如果真是如此，老夫没有半点意见。好，感谢大家对本宗决定的支持。总算没把关系搞僵，我也是顶着很大压力的。以我筑基巅峰的修为，周围30里内的任何异常波动，都逃不过我的感知。看来他确实已经离开归元宗了。此地无主，你看是重新打造洞府，还是就住在这里？还是重新打造一个吧。住他这里，我总感觉心头毛毛的。行，你不是说以前你住小洛山吗？那你先去那边住几天。我找人过来给你重新打造一座洞府就是。好的，有劳掌教大人了。这不是公众场合，无需称呼掌教大人。你现在贵为长老，算是同辈之人，私底下你可以喊我掌教师兄或者玉师兄。同辈，好，那就多谢掌教师兄了。这极云山就交给你了，你自己走走看看，如果发现哪里不对劲，随时告诉我。长老的任命要过几天才下来，到时会给你一块长老令，你可以通过长老令直接联系到我。这极云山四周还有几座山头，平时是祭柏的几个徒弟居住。如今这极云山归我所有，这些人怕是得处理一下。人心隔肚皮，我可不想有不相干的人待在自己领地。韩师兄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听说长老大人正在通缉你呢。我知道，不过现在通缉也撤销了。撤销了？那真是太好了。我还担心会被长老大人赶出小洛山呢。嘿嘿，现在公子您回来，我也有依靠之人了。放心吧，只要你踏踏实实的，以后不会有人赶你走了。其他几位师兄的事，等长老的任命下来再说。中品灵石1500，下品灵石50万，这么大一笔巨款，应该足够我冲上炼气12层了吧？如此多的灵石，怕是够好几个丹灵根天才突破1层境界了。我却还有点担心不够用。接下来公布新一任长老名单。大长老由宏愿担任，二长老由岳庭镇接任。
放眼整个长老堂，也只有我一人，不仅修为低得可怜，年纪也不大。韩进接任六长老，连通缉令也撤销了。韩师兄，掌教派人来了。拜见长老大人，弟子奉掌教之令，将此物交给您。长老，你想害死韩师兄不成？有劳了，替我谢过掌教。好的，长老，那弟子就先行告退了。韩师兄，他什么意思啊？看不出来吗？我是长老啊。真是长老令。韩师兄，您怎么成长老了？运气好。其他的你别管，反正以后这吉云山归我管就是了。吉云山归您管，那原来的六长老呢？死了。死了？对，死了。你替我出去一趟，把吉云山所有活人，包括我那几位师兄，全部喊来这里集合。按掌教的推测，姬白恐怕已被魔道强者夺舍，说是死了并无问题。是师兄，不，长老大人。原来当长老也不用时刻守着福院，只要能正常运转就行，还能靠培养弟子画符赚额外贡献。韩进，听说你在找我。苏师兄来了，下面说话吧。韩进，你胆子不小，竟然还敢回到这里，难道师父原谅你了？师父早就出意外陨落了，你们看到的不过是他老人家遗留在世，被人操控的空壳罢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知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苏师兄只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魔头已经败逃，如今的吉云山归我做主就行了。你做主？大师兄、二师兄，三师弟来得挺快啊。韩进，听说你以师父的名义喊我们过来这里，所谓何事？师父的名义？看来罗三没将话说清楚，或者是担心说清楚了他们不肯来。我喊你们过来，可不是师父的名义，而是六长老的名义。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。你们口中的师父已经不是六长老了，如今的六长老是我，韩进。看清楚了，这是最新的长老令，现在的吉云山我说了算。请几位师兄在今日天黑前搬离这里，不然我只好把你们溜出去。韩进，你胆子不小，偷偷潜回吉云山不说，还敢伪造长老令牌！待我将你拿下，送到师父面前，受那千刀万剐之刑！炼气天风！诸位师兄，我好话说尽，你们可不要让我难做。哼，炼气巅峰又怎么样？我们三人哪个不是炼气巅峰？刚才老子没注意，小瞧了你，再来战过！三师弟，韩师弟，你可否详细为我们讲讲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如此，这般。你胡说八道！闭嘴！韩师弟，我们自幼生活在吉云山，师父可能被夺舍之事，我们也毫不知情。你能否网开一面，让我们继续留在这里修炼？你放心，我们以后绝对不会打扰你分毫的。你若有什么吩咐，我们也尽可能的帮你完成。
师兄，咦，这不是剑灵小兄弟吗？好久不见了，剑灵，你这修为……哈哈，六长老不必吃惊，剑灵也不过刚到6层而已，不值一提。快请里面坐。六长老，你可是个稀客呀！今日来我落红山是有什么指教吗？想当初他只是个外门弟子，如今身份竟比我还高了。叶前辈玩笑了，晚辈岂敢指教前辈。这次来，一是看看剑灵兄弟，二是有件事情想找您请教。您老也明白，我虽然走了狗屎运成为六长老，但在筑基圈子里并无熟人，思来想去，也只有找前辈您了。能攀上这层关系，剑灵以后也算有个强力靠山了，能让六长老挂念，真是剑灵之福。剑灵还不谢过六长老？谢谢韩进叔还记着晚辈。不用这么客气。六长老方才说有事请教，不知何事？我想请教关于天地二脉的事情。我如今已12层圆满，但并未见天地二脉显现，实在摸不着头脑。天地二脉，原来小友是要修极境吗？我本人并未修极境，12层时就直接筑基了。据我所知，想修极境，必须服用一种名为阴阳丹的奇药，以此激活天地二脉。只有双脉显现，才能继续修炼。阴阳丹，此丹宗门里面有吗？有的，近几年无人踏入极境，需求量不大，你可以直接去藏宝洞问问。那就好，先买到手再说，筑基丹后面再想办法。极境修炼就是继续打通气脉关卡，但难度极高，我劝你要慎重考虑，因为一旦双脉显现，就绝对不能回头了。我不将这2条气脉完全打通，终其一生都不能筑基。世上有多少天才被困在里面大半辈子，追悔莫及。三师弟，听大师兄的。这阴气让我心里莫名不得劲儿，而且这向天太冷静了，听到师父被夺舍，竟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不能留他们。向师兄，抱歉，这个条件我无法答应你。好吧。二师弟，三师弟，既然长老大人不肯收留我们，那我们就回去收拾一下，去内门普通弟子居住地报道吧。你给我等着！这就是新长老。闲杂人等，全部退下。罗三，以后你就是新的仆用总管，重新物色一批可靠的人，负责吉云山琐事。公子，老爷，小三子一定办得妥妥当当。行了行了，你看你像个啥样，哈巴狗吗？接下来我要闭关一段时间，你把仆役的事处理好，顺便抽时间到主峰看看洞府建设进度，确认那几位师兄搬走没有。收到，您就安心闭关吧。成了！第12条气脉彻底打通，我终于成了真正的炼气大圆满，神识足有1里之远，丹田空间也扩张到方圆1里，50万下品灵石，竟然还剩15万之多。公子，你又出来透气了。我闭关结束了，去给我找一只灵鹤过来，我要出门一趟。好的。你把我屋里的东西收拾一下，布置到主峰上面去。我一会儿回来就直接去主峰了。是，公子。他怎么来了？六长老这边。见过叶前辈。哈哈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六长老，快请进来坐。韩剑说：“这小子
炼气6层，才1年都不到2年，一个凡人冲到6层，这还是个人吗？一旦双脉显现，就不能回头。我要走这条路吗？我有仙眼帮助，根本不缺时间。只要肯努力，希望极大。我绝不能在将来无法突破时，才来懊悔今日的退缩。叶前辈，不提这个了。您见多识广。剑灵小兄弟，我那极云山挺不错的，如果有时间，不妨过去玩玩。好的，韩禁书。小友慢走，有时间再来。好。这家伙当真不简单啊！剑灵，以后你真可以去极云山走走，跟他搞好关系，不是什么坏事。好啊。不过祖爷爷，我可不想一直待在宗门里面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让我出去历历练呀？你现在修为还是低了点儿，7层。等你到了炼气7层，祖爷爷就让你出去历练。祖爷爷，你可不能再骗我了！当初你说炼气4层就让我出去，结果我都6层了，你还在找借口！我这是为你好嘛，你放心，只要你达到炼气7层，祖爷爷就再也不拦你了。这就是阴阳丹，花了我整整30万内门贡献，才从藏宝洞换来。藏宝洞那负责人刘德龙，以为我是新人，还想敲我闷端。开口就是50万，要不是我直接把长老令砸在桌上，那老家伙哪会吓得嬉皮笑脸给我降20万？丹田壁障外面竟然长出了2条蚯蚓状的气脉，一条纯黑，一条纯白。这么多，黑色气脉有50个关卡就算了，这白色气脉足足有100个，简直跟实心没什么两样。难怪那么多人不敢修极境。希望能在50岁之前把这2条气脉完全打通吧，不然就真的完蛋了。这条气脉的难度，一个关卡差不多就要2万下品灵石，要突破到地脉境，起码得花100万下品灵石的灵气。这么恐怖的消耗，就算挣得到灵石，如果没有通天法诀，光炼化也得10几20年。还好有仙眼，不然真要困死在这儿了。剑灵，韩禁书好，我来打扰您了。剑灵，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？我们4、5天前才见过吧？不是韩行书你自己说，我可以随时过来的嘛。我就想着来这里蹭你的灵气，修炼下了。顺便，我还想问问韩禁书，您这段时间出去过吗？知不知道我师父的下落？你师父下落？
我前不久出去过一次，正好遇到你师父。他可是想你想得很，还请求我带你出去见他。可是我又担心他把你拐跑了，倒是没法跟你祖爷爷交代。此事令我也是头疼不已。韩静书不必为难，你把师傅的位置告诉我就行了，我自己跟祖爷爷说。那不行，倒是你祖爷爷非怪我不可。没事的，我就出去看看他老人家，然后马上就回来。我祖爷爷已经答应，只要我练气7层，就让我出去历练，到时我再跟师傅一起走。出去看一眼就回来，那也行。不过得我陪你去，免得你师父强行把你带走。行啊，那韩静书你带我过去吧。这也算给醉老头有个交代。相思为师啦！这老头对他也太好了点吧？就算天才难寻，相处1、2个月也不至于激动成这样。韩小子，这次多亏你了。这是当初承诺给你的控制灵兽的办法，你收起来吧。多谢前辈厚赐。师傅，徒儿这次过来，主要是给您老人家请个安，还要回去的。回去？回去干什么？我是偷偷溜出来的，没有跟祖爷爷打招呼。你放心，祖爷爷已经答应我了，只要我达到炼气7层，就让我出来历练。到时我就跟师傅你一起去南疆。小子，你坑我！不关韩爷说，是我自己的决定。前辈，要不您把此玉收回去吧。师傅，送出去的东西怎么能收回去呢？韩进书带我出来一趟也不容易，就当辛苦费了嘛。辛苦费？你知道此玉里面的东西多珍贵吗？这小子事儿没办成，还想要报酬。师傅，这也不算没办成啊，我这不是来见你了吗？做人要守信用嘛。徒儿答应你，炼气7层之后，一定跟你走就是了。你估计还要多久到炼气7层？我已经打通1半的关卡，再给我半年时间就够了。半年？行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为师就不再计较这些了。韩燕，传功玉你收起来吧。半年之后，如果剑灵出来受到什么阻碍，希望你再帮他想想办法。没问题。这半年我苦修不断，却只推进了2个关卡。极境果然难修，不过最大的收获是用这玉符里记载的血灵气，把那9颗灰蛋全部孵化出了下5怪。算算时间，剑灵那小子估计已经到7层下山历练了。公子，不好了，公子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下5怪，你的下5怪死了，属下已经很细心的照料了，每隔1个时辰都去看一次。可结果刚才一进去，就发现其中1只已经被其他几只啃食掉，只剩下几只断脚，被其他的吞食了。不要惊慌，这不怪你，而且这正是我想看到的一幕。啊9只下无怪太多了，我也养不起。它们能相互吞噬，正合我意，只要留下最强的1只就行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吓死我了！
罗三，你把他们给我看好了，每天投喂的灵药不要太多，让他们争抢厮杀，留到最后一只时，才全力喂养。好的，公子。我先走了，有事再找我。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清香，真让人有些心神不宁。韩进，这次喊你过来，主要是为了墨灵秘境之事。我们收到情报，秘境区域已有异象发生，估计在最近2、3个月内入口就会现世了。我们准备今日就组织人手前往墨灵山脉，以抢占先机。今日？对，因为秘境入口出现的时机并不固定，如果去晚了，难免被人捷足先登。不过你俩身份特殊，所以我并不打算把你们安排进归元宗队伍。你们自行前往墨灵秘境，以散修的身份参加试炼即可，以免被其他几派之人针对。师姐也要参加墨灵试炼？我本来不同意的。他非要去，那就去好了。以他天脉圆满的修为，想来问题并不大。再则，她虽是我的女儿，但在宗门规矩面前，也不能搞特殊化。筑基丹他还差一些贡献，此次试炼希望能够有所收获。掌教当真铁面无私，在下佩服。听你意思，这墨灵秘境散修也可以参加吗？可以的。墨灵试炼，不管你是散修还是宗门弟子，只认一个东西，就是墨韵石制作的通行令。此符本是仙道盟共有之物，但为了平衡散修势力，最开始的几届试炼给散修界也发放了一些，但后来仙道盟发现散修进去后，9大派弟子伤亡率极高，所以就停止了对散修发放。不过之前发放的并未收回，所以每一届试炼依旧有散修参加，只是人数较少而已。这就是散修的通行令，你要随身带着，不要收进储物空间，不然大阵检测不到就会攻击你。是。入内竟然有一座古老的祭坛，表面符文忽明忽暗。师弟，入口不知何时才能出现，要不我们去太原坊市等候。太原坊市距离此地颇远，万一到时来不及。师弟有所不知，听说入口现世时动静极大，相隔数百里也能看到异象，到时必定引起轰动。我们那时候再过来也不迟，稍微晚一点时间也没什么影响的。这样嘛，那就听从师姐安排吧。不错，这样一来，这百灵草以后就可以循环种植了。一株百灵草结4、5粒种子，种子再生草，循环往复，以后就不愁这小东西的口粮了。多吃点儿，长结实点儿。以后要是遇到危险，你可得给我顶上去。爹，好消息，有好消息！清月，什么是大呼小叫的？韩进。我刚在坊市发现韩进了，虽然他带着斗笠，但瞒不过我们魏家的通灵纸鹤。公子小心啊，这家伙阴险得很。这怪物不光凶恶，还阴险。有次躲在活动窗下偷袭，
差点被他咬下一块肉。没事，小家伙，我把你收进一个特殊的地方，你可不要偷吃我灵药，不然我就揍你。站住！你忘了我说的话？最好如此。我告诉你，这药园里面的灵药可都是我的宝贝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要是敢动他们分毫，我就弄死你！不是说下午怪刚出生时灵智很一般吗？这看起来很不一般啊。韩师弟，玲珑师姐，韩师弟不用多礼，我奉父亲的命令过来接你。你跟我走吧。掌教，他找我有事吗？是墨灵秘境的事情。好的，师姐，你先回去吧。我这就去找只灵鹤，随后就到。不用麻烦了，你上我这只，我们一起过去。这不会掉下去吧？师弟可是炼气巅峰强者，难道连这点勇气也没有？好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师弟站稳了。韩师弟别紧张，气沉脚底，想象自己是一棵老树就行了。多谢师姐指点。不用客气，都是这样过来的。那里面有个女娃娃不简单啊，修为连老夫也探查不出来，定然携带着某种异宝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我们九大派只是站在明面上而已。暗中不知道有多少老怪物在偷偷培养天才。那倒也是，不过该说不说，那些老家伙真是不识好歹。邀请他们加入仙道盟享福，他们不来，结果却把弟子送来这种地方，也不怕被人弄死了。这里难道是清平泽？竟然降落在了6大凶险之地。这片上百里大小的巨型沼泽不禁有让人产生幻觉的毒瘴，地下还藏着无数奇虫异兽。不过这里产出清平子，一颗莲子就能换2、3千贡献，绝不能白来。韩进，你竟然在这里！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童天怒，你是如何认出我的？认出你还不简单，真以为戴个斗笠就能瞒天过海不成？老子告诉你，这世上玄机妙法多不胜数，你这个愣头青见识还是少了点儿。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交出小石山的宝藏，老子非但不为难你，还收你为义子；第二，老子把你脑袋敲开花。收我为义子，就凭你！当真吗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就在假33号房，我看着他进去的。父亲，要不要？不可妄动，此地乃是太原坊事，背后站着筑基前辈的。
他来到这里，怕是打算参加这一届的墨灵试炼。到时为父自有办法收拾你。师姐来了，里面请坐。不用了，韩师弟。刚我收到访视管理的消息，说墨灵山脉内出现异变，恐怕是秘境入口已经显示。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好。这些散修竟然最低也有炼气10层。紫云山3大家族的族长居然都来了，还有黄梦吉。妈的，仙道盟这次来的怕是有400-500人了吧？我们散修不过30-40人而已，这一比真是吃亏啊！这位道友你就知足吧，要不是仙道盟的前辈们给散修留了一条活路，散修能找宗门兑换筑基丹。是的，墨灵秘境结束后，9大派会公开回收各种灵药，积分达到一定层次的，可以兑换筑基丹。不过价格方面，肯定比宗门弟子要高得多，不是一般人能兑换得起的。哦。入口出现了，大家取出通行令，准备进入秘境。另外一定要记住，进去之后通行令要贴身放着，不然你们可能会被困死在里面，一辈子也出不来。是，长老。不知死活！12层？怎么可能？你不是炼气9层吗？9层，那是以前的事情了。老子看走眼了，今天算你走运，改日再来收拾你。木牛树力量虽大，但速度太慢，追不上他。小子，老子不是怕你，你可不要太过分了。过分？通天怒，你有什么底牌最好现在使出来，不然一会儿可就没机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想要杀我，今天老子让你知道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。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是如何认出我了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没了丹田还想在我面前耍横，真不知你怎么想的。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你是如何认出我的？如果不说，我就把你的4肢斩下来，然后留在这里，等那些蚁虫来一点点啃食。好，韩姐你够狠，我认栽了。是魏成河，他有一只通灵纸鹤，只需要给其投入一缕人类气收，就可以轻松锁定目标。你在太原访视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认出你了，并将此事告诉了我和方不迟。只要帮他杀了你，
就由于我们平分你身上的宝物。通灵纸鹤，这世上竟有如此神奇的宝物，原来我是这样暴露的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你给我一个痛快吧。行吧，看在你告诉我这个秘密的份上，我就不折磨你了。这同天路的收藏竟然还挺丰富，2万多颗下品灵石，各种灵药和妖兽材料，全卖掉估计能值几千灵石，真是个送宝童子。老和尚，借你向上头颅一用。老家伙，死在我罗路手里，是你的福气。猎杀开始了，这一次本魔子就用你们这些正道之人的鲜血来成就我的筑基之位吧！你们一个也别想跑！笑你马面，恶不恶心？你是谁？竟敢主动跳到本魔子面前，勇气可嘉。我是你爹！你什么你？给老子死！王八蛋，你给老子等着！我晚点再来找你算账。呸！找我算账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下次再遇到老子，定取你项上狗头！唉。名门正派，呸！恶心！快跑！嘿嘿，这位美丽的姑娘，你准备怎么感谢我？神经病！谁叫你杀他们了？我杀他们轻而易举，只是不想给归元宗惹麻烦才手下留情。这人真是多事。得，算我多管闲事了。美丽的姑娘，请你告诉我，韩兄在哪？什么意思？别紧张嘛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叫黄梦吉，是韩兄的朋友。我之前看到你们在一起小声说话的，你肯定认识韩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什么韩兄，你认错人了。哎，人与人之间这点信任都没有吗？我真的不是坏人啊！我管你是不是坏人，不要再跟着我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，你这女人实在讨厌！我救了你，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，说话还这么难听，看来人品也不咋地。下次见到韩兄，我一定告诉他，让他离你远点。有毛病！妈的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我好像看到我太奶了。这位天福宗兄弟，我看你是中毒了吧？我这里有秘制的避毒丹，你要不要买上一颗？不贵不贵，100颗下品灵石就行了。100颗？你趁火打劫啊！罢了，我认了，来一颗吧。好的。哎，这位师兄，避毒丹呢？避毒丹还没给我呀？什么避毒丹？我不是给你了吗？师兄，这样就没有意思了。大家同属仙道盟，快给我！神经！我明明给你了，你自己中毒太深，出现幻觉了吧？你奶奶的，给老子站住！
知不知道，老子尾随你很久了。要不是担心你天福宗的灵符，岂会跟你废话这么多？还好老子有先见之明，不然怕真要付出点代价。清平子，想走，给我留下吧！哼，阴魂不散。这上品玄器还是差了些。找死！找死！阁下，我乃七香阁山主亲传弟子，无意与你交恶。只要你将青莲子分我一半，在下转身就走，如何？想要青夷子，你怕还不够资格。阁下，你当真要与我不死不休？自己送上门的水灵气，这不可能！谢季川，奇怪，这才是真正成熟的青平子。宗门回收的就是这种。一颗能值2、3千贡献，这2斗里足足有35颗莲子，要是全上交，能换8、9万内门贡献。试试看吧。咦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我还担心水栖灵药没法在地里活，这药源竟然能自动适应生长环境。我要找的火桐木在南面的赤岩山，距离太远，先去西边的雷音崖，顺路搜刮一番。这么陡峭的崖壁，就算我是炼气12层，也不可能一口气飞上去。
我下去吧。咦，小子有点本事嘛！你找死！哼，自以为是。12层，荆棘。哼，12层又如何？今天遇到方某，你依旧难逃一死。不可能！果然是你。他刚才自称方某时，我就猜到了。紫云山方家家主方不识，紫云山3大家主已经有2个死在我手里。不知道那个有通灵纸鹤的魏成海什么时候找上门？这几个家伙的底牌真不少，以后还得更小心。咦，新鲜的尸体！混蛋，你到底会不会杀人？心脏这么美味的东西，你竟然捅破了，简直暴殄天物啊！不过也不能浪费，毕竟也是筑基修士的躯体，可惜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。韩师弟，玲珑师姐，你也在这里啊？我已经来很久了，不过一株炼雷花都没采到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师弟看见那些含有雷电之力的雾团了吧？里面就是炼雷草，只有当雾团消失之后才能够采摘。我在这里等了几个时辰，也没有等到一个雾团消失。师姐的意思是，这雾团会自动消失，对吗？是的，炼雷草彻底成熟后，雷雾才会消失，然后有1炷香的时间可以供人采摘。如果1炷香后还没有采摘，那炼雷草就会自爆。明白了。那除了雾团消失这个特征外，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判断炼雷草需要多久成熟呢？其他方式应该没有了吧？就算有，在雾团包裹下，你也观察不到内部情况呀。那可不一定。紫色，看来还差得远。白药图上说，彻底成熟应该是幽蓝色的。这株的颜色已经偏蓝了，不出意外，肯定比上一株先成熟。耶，那边有一株马上就要成熟了。师弟，你要去哪儿？道友，你想干什么？抱歉，我不知道这里有人。不知两位在蹲守哪一株炼雷草呢？这周围半里内足足有10几株炼雷草，我哪知道他们守的是哪一株？这周围5里内所有的炼雷草都是我的守护对象。5里内？道友，口气太大了吧？你一个人守5里，连一口汤都不给别人喝吗？是啊，师姐，5里太大了，还是给别人留点吧。师妹竟然帮外人拆台，师妹你别说话，听师姐的。
我们先来的，我说无礼就是无礼，这里不欢迎任何外人，还请道友赶紧离开，以免闹出不快。你要说个半里范围，或者指定哪几株炼雷草，我也没有任何意见。但你一开口就是无礼，未免也太霸道了些。既然这样，那我还真就不走了。不走？那你是在找死了！哼，怕你不成？不过是个地脉境，比我还低一个小境界。就是现在，炼雷草彻底成熟了。这小子找死吗？仙言早就看穿了雷电安全路线。道友，你实力强大，我不跟你斗，这里让给你就是了。哼，算你识相。咦，师姐不对啊，我记得那里不是有一团雷雾的吗？怎么不见了呢？是那王八蛋！师妹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找他算账。当真？师姐，我骗你干什么？我虽然不知道那株炼雷草具体还要多久成熟，但放眼望去，这周围1里内，它绝对是最先成熟的。你守着它就对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不瞒师姐说，我修炼了一种秘法，可以通过药力波动来判断领当药的成熟度。还有这种秘法？黑衣女子实力强悍，硬生生逼空了这方圆1、2里。更妙的是，这块区域竟然还有2、3株快要成熟的炼雷草。这雷雾太强了，碰一下就劈开肉绽，真气法术也穿不透。本想叫那紫色胖剑去掏，结果那怂虫直接装死，一扔出去就救命救命的逃回来。算了，毁了宝剑不划算。整整5株炼雷草，5、6万宗门贡献到手了。可惜周围1、2里内再没有快成熟的了。状态最好的也得等1、2个月才能蜕变。这位道友，请把我的炼雷草交出来。炼雷草？阁下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如果想打架，我可以陪你。好好，既然你这般不知死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慢着，我不知道师弟在哪儿得罪了你，但你想动他，先过我这一关。凤学武，你是玉玲珑！玉玲珑，我无意与你交恶，此事就此作罢。你认得我？自然认得，归元宗掌教之女，丹水灵根绝世天才，20岁天脉境圆满，哪一个说出来不惊天动地？不过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若真要把我逼急了，我不介意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，到时想必有不少人会对你大感兴趣。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而已。另外，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不想与你为敌，只要你不为难我，我也当做不认识你。这位玲珑师姐竟然才20岁，就已经天脉境圆满了。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那女子不简单，师妹以后小心一些，不要跟她有太多交集。我听师姐说，
她是归元宗掌教之女。师妹听到了，没错，她就是玉玲珑，修为比我还高一个小境界。不过师妹不用气馁，以你的天赋，很快就会超过她的。师妹，炼雷草成熟时间不固定，而且高手越来越多，我们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，要不直接去幽冥剑帮你寻找玄因果吧。师姐安排就是了。那走吧。韩师弟，师姐，韩师弟，我已经在这里待太久了，准备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，你要不要一起？师姐去哪儿？你不是要去找火桐木吗？我也想去赤岩山看看有没有火灵舟，要不就去赤岩山吧。好啊！秘境最多开启半年，这雷阴崖耗不起。相比这些，火桐木才是我最需要的。看来我们要到了，那边就是赤岩山。希望这赤岩山内真有火桐木吧，不然的话可就白跑一趟了。师弟不必多虑，父亲说这里有，那多半就错不了。这里真有火桐木吗？火桐木一般生长在山顶的火山口内，这里看不到的。我们上去找找看吧。两败俱伤，师弟，我们好歹也是名门正派，七香阁与我们同属仙道盟，渔翁之利不可取。什么名门正派？进了这里，不是朋友就是对手。师姐此言差矣。我们虽然同属于仙道盟，但毕竟不同宗门。宗门高价回收赤灵芝，足以说明此物的珍贵之处。将此物让给七香阁，可能让他们提升一大截。我们归元宗也会因此落后别人一大步。这里让一朵赤灵芝，那里让一株灵药，久而久之，我们怕是要被其他几派远远抛在背后了。师弟怎么会这么想？我们归元宗可以与天地争，与邪魔夜道争，但背刺正道同盟是万万不能做的。赤灵芝不止这一朵，我们去别的地方再找找看就是了。又岂会因为一朵赤灵芝就使宗门落后于人？看来这位师姐是真不懂。行吧，既然师姐坚持，那就按你说的吧。朱师兄，他们走了，算他们有自知之明。好了，大家不要再拖了，直接全力出手，将这畜生灭掉。是，朱师兄。朱师兄威武！朱师兄好厉害！朱师兄，救命啊！是甲虫，师弟小心！师弟，我们走。师弟，
你煎赤甲虫尸体做什么？我听说这东西泡酒不错。泡酒？这可是喂养虾鱼怪的好东西，白捡的不要，白不要。师弟，你不要杀了，你抓着我，我们全力赶路。抓着你？你抓着我施展身法才能同步，不会脱离寒气范围，不然你陷入重围之中会很麻烦。哦，明白了。师姐，我抓你哪儿？当然是抓衣角啊，你还想抓哪儿？哦。有人来过这里。不止一个，似乎有好几人一起。上来后就沿着这面岩壁向前去了。好大一朵赤灵芝，这么大，起码能值20-30万内门贡献值。师弟，这蝎子怪虽然厉害，但七香阁的人太多了，估计落败也是时间问题。我们还是走吧，去别的地方找找看。师姐再等等看，没准他们两败俱伤呢。师姐，我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是不是太热了？要不要我再用寒冰之气帮你去一下火毒？不用，就是肚子有点不舒服，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死了，周师兄，他死了！师兄，来者不善。阁下何人？为何插手我们七香阁之事？七香阁？我救了你们，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，真是让人寒心呐。咦，赤灵芝？阁下，这赤灵芝是我们先发现的，而且我们已经和毒火蝎交战半个时辰，马上就要将其诛杀。你们发现的？那又如何呢？闪开！小心！小心！别跑啊！救命啊！要追我！此人果然是个变态。这石头温度竟如此之高。疼死我了！又是你？是啊，好巧，道友你忙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了。你这家伙胆子不小啊，竟敢在本魔子面前虎口夺食，可知道死字怎么写吗？什么虎口夺食？我啥也没干啊，下来就看到几具尸体而已。这是道友你杀的吗？那你慢慢收拾，我就先走了。哼，想走？问过我了吗？去死！这人的手怎么这么硬？滚！狗日的，敢抢老子的东西，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！
师姐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，你喊什么？我还带了个人回来。带人？我刚才方便的时候，有个家伙突然跳出来打我，我跟他战了几回合，他实力太强了，我打不过。师姐，我们快跑吧！别怕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不讲道义，偷袭别方。阁下就这点本事吗？躲在一个女人身后？就是你偷袭我师弟。师弟是又如何？是，那今天我就要领教一下阁下的高招了。回去。阁下，山不转水转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这家伙看起来不像正道人士啊。确实不像，我听他口气，好像自称什么魔子。魔子？我还亲眼见到他取人心脏。怎么可能？魔宗已经这么大胆了吗？竟敢让魔子来参加莫离试炼？怎么，这魔子很了不起啊？魔子可不是一般人物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仙道盟有道子，那是从无数修行者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绝世天才，而魔道盟也有魔子，同样是从魔道盟无数邪修中选出来最具天赋的人物。无论是道子还是魔子，同时存在的数量都不会超过9人，相当于来说，这18人就是九州大陆上潜力最高的18人了。每损失一位，对双方都是重大打击。一般来说，这种级别的天才是不会轻易进入敌方阵营以身犯险的，即便他们愿意，上面的人也不会同意。如今这魔子竟出现在晋州之地，难道魔道盟又要有大动作了不成？什么样的资质能成为道子或者魔子？据我所知，天灵根就是最好的天赋了吧？师姐，你也是天灵根，而且年纪轻轻就天脉境圆满，那是否能够成为道子呢？师弟，天灵根是公认的顶级天赋没错，但师姐我呢，距离道子级天赋还是差了不少的。这是为何？难道还有比天灵根更好的天赋不成？因为天灵根也是有区别的，常见的天灵根为5行天灵根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几种属性。我就是单水灵根，相比于双灵根，这种天赋自然是很不错了。但是除了5行单灵根外，这世上还有异属性单灵根，比如风天光暗，这种单灵根比5行单灵根要瑰贵和稀有的多。原来如此，那按师姐你的意思，道子和魔子级别的天才就是这种异属性单灵根了？那倒不一定。难道还有比异属性单灵根更强的天赋？单从灵根来比较，自然没有了。但除了灵根之外，这世上还有另外一种天赋，也是加分项，那就是特殊体质。原来如此，特殊体质，传说中的仙灵体、月华体，原来真的存在。这么说来，这些魔子圣子除了灵根天赋了得外，还都身怀一体了。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因为从未有人对外公开这些魔子圣子的真实天赋。火头木，终于找到了。猴猎鸟，而且这么大一只，不太好办啊。这只鸟长2、3指，起码有1、20斤，绝对成年了，说不定已经是2阶妖兽。这样吧，我去引开它，师弟你去取火头木。拿了火头木，我们就马上离开，不要跟他纠缠。这能行吗？万一……你放心，就算打不过，我也有保命手段的。好，那就有劳师姐了。去死吧！
他怎么回来了？怎么会这么强？真要交代在这里吗？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师弟，蹲下！啊！可惜了一块剑玉，若非此鸟实力实在强大，我也舍不得动用父亲给的保命物。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师姐救命之恩。还说没事？我这里有一瓶上好的生机虎血丹，你吃2颗吧。不用了，师姐，我有生机丹。师弟，这尾鱼挺不错的，你不要的话，我就收起来了。这本就是师姐击杀的，你尽管拿就是，不必问我。嗯。师姐，你……师姐中毒了，要真出格了，等她回过神，怕是会杀了我。呸！我怎么这么猥琐？玄冰玉、七叶定魂草、火桐木都已经有了，如今就差清明时辰和龙涎香脂，希望能在5年内彻底解决掉这个麻烦吧，不然这些年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师姐，你没事吧？谁让你亲我的？啊，师姐，我没有啊！没有？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虽然中了毒，但发生什么还是记得清楚的。这不怪我啊，是师姐你自己。哼，前面是我自己，那后面呢？难道是鬼不成？好吧，我承认，刚才我确实没忍住。师姐，你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打死你！哼，这次便宜你了，再有下次，我定不饶你。
你要干什么？这猴狸鸟已经达到2阶级别，丢了实在可惜。我想看看能不能卖几个钱。尸体里面有个毒囊，不知道毒气泄完了没有，你小心点。刚才那一幕怎么都挥之不去，再看着他，心里总是怪怪的。你现在打算去哪儿？没什么打算。师姐你呢？我要去铁木林，你别跟着我。我见到你，心里面就不自在。好吧，分开也好。一看着师姐的背影，我就忍不住浮想联翩。我现在往东边走，你去别处碰碰运气吧。最好小心些，如果死了，活该你倒霉。唉，这叫什么事呢？还剩下东边的铁木林，中部的墨林渊和幽冥剑没去过。既然师姐去了铁木林，那我就去墨林渊和幽冥剑碰碰运气。这次收获已经很丰厚了，足够换取大量内门贡献。这2个家伙，我之前引拉罗咒救了他们一命，现在竟然想打我的主意。2位想干什么？阁下有些面熟，当初那朵赤灵芝是你拿走了吧？你眼力劲儿倒是挺好的，换了一身衣裳都还认得出来。承认就好，乖乖交出来吧。此药对我七香阁有大用，只要你将其给我，我非但为难你，还给你1000颗灵石。又要猖狂！早知道他这么厉害，我说什么也不来冒这个险。那香气进入身体后，就像凭空消失一样，找不到半点踪迹。普通灵药也是钱，采的一些也不亏。但这大半个月，怎么也没看到传言中的幽冥剑。难道这里就是幽冥剑不成？看来没错，这里就是幽冥剑了。这幽冥剑跟迷宫一样，机缘却半点也没有，还不如在外面普通山林里面寻找灵药靠谱。
这地下竟有一条灵脉可尝。若真有灵脉，在此修炼到试炼结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反正火桐木已经拿到，没必要再出去遇见罗那种变态。水炎妇，这么大一条，毒性怕是能让筑基强者饮恨了吧？这个，难道是百药图上所说有次圣药之称的凝脂玉果？凝脂玉果，传说中炼气的冲关圣药，一颗就能打通一条完整的气脉，还不限天赋。这层次圣药，就算筑基强者见了也要眼红。我若是靠自己去争那100万灵石，得争到什么时候去？此药一定要弄到手。不过那条水炎妇可不好对付。虽然按照妖兽图鉴的介绍，这种妖兽本身实力并不十分强大，但毒性却是强得离谱。如果不小心被其咬到，以我的修为，怕是必死无疑。不对，我不是有通天眼吗？这东西好像专门吸毒的呀，不知道对这种蛇毒有没有效果呢？不行不行，还是不能赌。万一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，我岂不是倒大霉了吗？木牛树、青藤手、青蛇剑，胖剑，有了！如果让胖剑和虾倭怪相互配合，会不会有戏呢？就这么办。好，二不像，一会儿你先偷偷爬进去挑衅他。小剑，你躲在后面伺机偷袭，帮助二不像解围。是。这两个家伙在搞什么？不是让他们把水炎妇引出来吗？怎么可能？你竟然杀了他！是呀是呀，厉害啊，我的剑！二不像呢？死了！什么？若是药源能加速这摇钱树开花结果，那就发达了。
不知道这凝主玉果是否真有传说那么神奇？好，枯雪道友，你提交的入门申请上面已经批复下来了，但由于你修为太高，为防有诈，掌教大人让你亲自到血影教去一趟，通过审查之后，方可正式加入我教。好，有劳紫煞道友辛苦跑一趟了。没事没事，不知道枯雪道友准备多久出发呢？这个暂时还不确定，最迟明年年初吧。与韩金约好的是明年1月底之前带出血灵丸，在此之前绝不能离开。明年年初嘛，那就有点久了啊。行吧，那我就不在此等候道友了，我得去一趟墨灵山。这是我血影教的地图，道友完事后自行前往即可。枯雪道友，此图事关机密，看完即分。墨灵山，紫煞道友去那里做什么？道友还不知道吧？墨林秘境已经开启1个多月了，我魔道盟也有人混了进去，老夫得了命令，顺路去接应一下他们，以免出了意外。墨林秘境，原来如此啊！不过你们把人送到靖州来，也太冒险了些吧？呵呵，若是九州其他地方，我们魔道盟自然有所顾虑的。但靖州嘛，就一个连金丹都没有的归元宗而已，就算发现我们，又能把我们怎么样？那倒也是。韩进，你的时间可不多了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才好，否则老夫只好发动剑云咒，让你魂飞魄散了。这凝日玉果的能量简直像灵液一样，腐蚀机关卡逼上来，势如破竹。16、17、45、46、47、49、50。这凝之玉果也太神奇了，竟真的仅凭1颗，就帮我将一条气脉完全打通。通了！哈哈哈！太好了，终于天脉境圆满了。丹田和神识都扩张到了方圆5里，这可是炼气12层的5倍。等试炼结束，我就能去请教筑基之事了，到时候也能御剑飞行。咦，这家伙醒了？不简单，中了水炎度之毒，竟然活蹦乱跳的。是他，雷音拔上那个傲慢黑衣女子的师妹。大哥哥，帮帮我可以吗？大哥哥，救命！放肆！大哥哥好厉害呀！道友过奖了。对了，你不是跟你师姐一起的吗？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？哦，对了，师姐，大哥哥，求你帮帮忙，救救我师姐吧！什么意思？我跟师姐在那边遇到一个黑衣服的家伙，他俩没说几句话就打起来了。那人厉害得很，
师姐让我先走，结果没跑多远就被这只怪鸟盯上。还好你及时出手，不然我可就惨了。黑衣服的家伙，他长啥样？就是长长的脸，鹰钩鼻，眼睛又细又长。难道是那位追杀我的魔子不成？那家伙可不好惹。这黑衣女子给我的印象也很一般，没必要为了她去拼命。抱歉了，姑娘，我实力有限，实在帮不了你师姐。你也赶紧离开这里吧，万一那人追过来，可就不好了。大哥哥，求求你了，你就再帮我一次吧！只要你帮我，我将来一定好好报答你。师妹不用求他，我没事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师妹，我没事，只是皮外伤，另外真气消耗过度而已，调养一下就好了。这女人竟然能从罗山手里逃掉，还是说她遇到的根本不是那变态？你是谁？你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大哥很厉害的，你别过来啊！师妹别怕，这位道友不是坏人，他刚才救了我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还以为你跟那个坏蛋是一伙的呢。小妹妹，你可真有意思。韩庆兄，你竟然也在这里？你这家伙，非要把我牢底掏出来才满意吗？怎么了？你们不是朋友吗？换个地方说话吧。你那夜魔之体对付那魔子如何？哼，交手2、3次了，凭我的天赋收拾他很轻松，但他修炼了一种特殊遁法，滑溜得像泥鳅，除非我肯付出大代价，不然很难取他性命。对了，韩兄，我这里有份机缘，你想不想要？什么机缘？这是我师父给我的，说是在南疆一个名叫古树村的地方，有一棵通灵宝树，只要将手触摸到上面，就能获得一门贴合自身天赋的强大秘法，一个人只能传承1次。你想不想去试试？不可能吧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是真的，我师生亲自去过古树村，并从通灵宝树身上获得了一门秘术。这块令牌就是进入古树村的通行令。他本来只给了我1块，但我想到韩兄你，于是千求万求，他老人家才四处找关系，给你也讨了1块。你若不要，我就还回去了。毕竟这东西挺值钱的。要怎么不要呢？多谢皇兄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不要的，韩兄。此符虽然可以进入古树村，但古树村内危险重重，想要抵达通灵古树也不容易。到时我们一起结伴过去吧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好，没问题。皇兄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过去？筑基之后吧。此去南疆路途遥远，坐马车什么的可太费劲儿了。倒是我御剑而行，带你在天上飞，想想都痛快。没问题，你留个地址给我，等我筑基了就来找你。你筑基？我说的是我筑基啊！等你筑基，花儿都谢了。瞧不起谁呢？我现在也是天脉圆满，好吧？只是还没搞到筑基丹而已。啥？你在逗我吧？我骗你干啥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吃猛药了不成？2年前在千佛古石，你才炼体8层啊！怎么一下就天脉境了？这就被追上来了，我还怎么装逼？事实就是这样，你爱信不信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服气了。
不过，就算这样，你离筑基也还很远啊。要知道，筑基可不光要修为足够，还得准备筑基丹以及海量灵石才行呢。这些东西也不是短时间能筹备到的。这确实是个问题。要不这样，就以5年为限。如果5年内我还没有筑基，而你已经筑基了，你就到归元宗去找我，带我一起到南疆。如果5年内我筑基成功了，就主动去找你。5年？这太久了，就以2年为限吧。我感觉我回去要不了多久就能筑基了。而且你没听到老巫婆说吗？我是没有瓶颈的。搞不好我连筑基丹都用不上，就一次性成功了。顺便我们立个赌注如何？什么赌注？这样，如果你先来找我，以后我就认你当大哥；如果我先来找你，那么以后我就是你大哥，一辈子不准反悔。那你赢定了，就凭这古树村令牌，叫声大哥也值了。哎，可不能这样啊，这必须得赌。这声大哥，我要你喊得心甘情愿。行，那就2年为限，谁先筑基成功去找对方，谁以后就当大哥，总可以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多谢道友救命之恩，在下李建威，还未请教道友高姓大名。试炼结束了吗？那位道友咋跑得跟兔子一样？不打算上交灵药，找9大派兑换资源了吗？可能压根没有什么收获。我看不见得，那家伙跑那么快，没准是杀了9大派的人，担心被筑基前辈揪住吧。杀9大派的人，这家伙胆子也忒大了吧！怎么回事？就剩你们这么点人回来了？谢继川和朱有志呢？谁看到他们了？刘师叔，这次秘境里面来了一个强大的邪修，会不会是他？邪修？什么邪修？是这样的，有次我在山上寻找良药，看到山下有一名身穿黑红衣袍的男子在追杀几名神手谷道友，手段十分凶悍残忍，没几个回合就把神手谷几人灭杀当场，还徒手挖出了他们的心脏。竟有魔道中人混入试炼！所有人听着，从此刻开始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墨林谷，违者以魔道奸细路处。这位道友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身穿黄色衣袍、头戴黄色斗笠的男子出来？黄衣男子没见到，不过有个穿青衣戴斗笠的家伙，倒是一出来就跑了。穿青衣，明白了，多谢道友。身后2、3里有一道气息一直跟着我。韩进，出来吧，不用藏了。魏家主果然神通广大，这都能找到靳某的踪迹。
此物莫不就是童天怒所说的通灵纸鹤？童天怒，你见过他？当然见过，不过他已经命丧九泉了。魏家主这般追着靳某不做，难道也想下去陪童道友不成？顺手而为罢了，姑娘不必放在心上。我叫黄梦琪。原来是黄道手，此恩在下铭记于心，以后若有帮得上忙的，必定还你这份恩情。恩怨分明，倒是让人意外。韩进大哥，我叫骆云溪，也谢谢您的救命之恩。这是我的随身玉佩，你先收着，等我想好怎么报答你了，再赎回来。骆姑娘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赶紧收回去吧。这玉佩我是万万不能要的。是啊，两位道友，修行之人谁没有个危险的时候？若是动辄就要报仇，这世上岂有朋友二字？你们就别客气了。朋友？我这种人怎么能有朋友？既然是朋友，那就更要收下了，这就当是我的一个心意。韩然大哥，我告诉你，我师父很厉害的哦。你将来若是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事，子玉或许能帮你一次。可你要是不收，即便我愿意帮你，我师父也未必会卖你这个面子的。嘿嘿，你早说嘛！人生在世，谁敢保证自己不遇到一点难事？此玉，我就替韩进兄收下了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谢谢骆姑娘了。不用客气，是我该谢谢你才对。师姐，我们走吧。黄道友、韩道友，我们就先走一步了，有缘再会。哎，可惜，我怎么就没有这般待遇呢？不是你自己说要报仇不配朋友二字的吗？我的意思是，那玉佩看起来不咋地，用来抵人情，还不如交个朋友算了。谁知道竟是能请动强者的信物？你说，那个李建威怎么就不给我一块这样的玉佩呢？难道他俩不是一个师傅？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韩兄接下来去哪儿？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没什么打算。你呢？一样。那我们就在这里随便逛逛吧。等试炼结束就离开。好。珍贵灵药金灵果5颗，稀有灵药翡翠花15朵，普通灵药白玉兰。难以置信，简直难以置信！六长老，里面的珍贵灵药不会被你一个人拿光了吧？你这收获比其他所有人加起来还多啊！运气好而已。刘老，算一下吧。究竟能值多少贡献？行，老夫帮你算算。刘长老，你看看吧，关于秘境内的灵药回收，向来都是宗门统一定价的，合计下来一共是823500点内门贡献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老夫就将这笔灵药入库了。不过这笔贡献太过庞大，我需要禀明掌教，得到他的批撇之后，才能把贡献卡给你。没有问题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我想跟刘老打听一下，就是关于筑基丹的。这一次的筑基丹什么时候开始拍卖呢？筑基丹拍卖之事通常会在试炼结束1个月以内举行，但并无定数，主要看丹药出炉的快慢。哦，那筑基丹一般是由谁来炼制呢？丹堂吗？以往要么是丹堂长老，要么是掌教大人。这次丹堂长老易主，新任是否能炼制筑基丹还未尝可知。老夫猜想，这次恐怕会由掌教亲自操刀了。掌教大人竟然还会炼丹？六长老就有点瞧不起人了吧？掌教大人可不仅仅炼制方面，更是已经达到大师级别，就连曾经的丹堂长老也比不上他呢。这样啊，那还真是了不起。玲珑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那天出来没见到你，我担心你出什么意外，所以过来看一下你回来没有。怎么总是想起赤岩山那个混蛋的画面，真是又羞又气，既想他死，又怕他真出了意外。谢谢师姐关心，我当初是害怕出岔子，所以提前离开了。
没有跟你打招呼，实在抱歉。没事就行，我就过来看看而已，你不必往心里去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罗三，你去帮我带一只灵鹤过来，我要出门一趟。是。你说什么？你杀了童天怒？哈哈哈哈！晋寒，收起你的鬼把戏吧，想吓唬我，未免也太天真了些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只要我一激活，你马上就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这是什么？嘿嘿，想知道？本家主告诉你好了，你们当初在我魏家那段时间吃的灵果灵书里面，早已被我下了持骨蚁的暗毒。如今只要我激活这张灵符，暗毒马上就会爆发，让你生不如死。别说你没那本事对我构成威胁，就算是炼气巅峰，有此符在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好狠毒！哈哈哈，狠毒，这叫计谋，懂不懂？算了，跟你这种天真的小家伙说不明白。现在，本家主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乖乖的跪壁给我磕头认错，并将小山石宝藏交出来，当我魏家的一条狗，本家主还可以饶你一条狗命。若不然，哼，又想跑？真当本家主跟你开玩笑不成？疼死我了！饶命！饶命啊！饶命！你刚才不是很得意，现在开口，晚了。你怎么？这速度，怎么连我炼气11成都躲不开？陪你演个戏，你还当真了？拜见六长老。我进去找刘老一趟，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这只灵鹤。好的。咦，这不是六长老吗？嘿，好久不见了呀！您老这次来这里干啥呀？什么年老年老的？我很老吗？尊称尊称嘛，您可是六长老，我这种无权无势的小老头可不能冒犯了呀。得了吧，上次你还想坑我呢，也不见你拿出点诚意给我赔礼道歉。我来这里是想问问关于墨灵秘境试炼资源回收方面的问题。墨灵秘境，六长老此言何意啊？我这儿有一些资源从秘境中得来的，种类有点多，不知道哪些可以回收，你帮我看下吧。秘境中得来的，六长老你去参加墨灵试炼了？对。你这家伙胆子可真大呀，竟敢去墨灵秘境，这家伙疯了吧？好好的六长尾不当，跑去拼命。珍贵灵药青萍子90克，珍贵灵药炼雷草6株，珍贵灵药赤灵芝1朵。韩进，你可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！几个月不见，你竟然天脉境圆满了。走的时候才炼气12层，若说没有逆天机缘，鬼都不信。不瞒掌教说，这次在墨灵秘境中，我获得了一些特殊的机缘。特殊机缘？什么机缘能让一个炼气12层，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连破2条气脉，而且还是天脉和地脉？就是这个了。掌教您看看，认得此物吗？天哪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凝脂玉果？哈哈，掌教大人果然见多识广。没错，这正是凝脂玉果。当初我进入幽冥剑，无意间遇到此果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我说你怎么一下子就天脉圆满了？有这般逆天的机缘，那确实说得过去。但六长老，你的气运也真是相当惊人，连这种次圣药都能遇得到。只是走了狗屎运而已。这种事情，这辈子恐怕都碰不到第2次了。哼，你还想碰到第2次？那是一点活路也不给其他人留了。六长老，你已经天脉境，这颗凝脂玉果对你来说也没什么用了吧？你打算如何处理呢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，就是关于筑基的。我听说筑基需要耗费很多灵石，不知道这个很多究竟是多少呢？关于灵石消耗方面，其实并不一定的。如果有浓郁的自然灵气辅助，灵石消耗自然也会相应降低。那要是没有自然灵气辅助呢？没有的话，以我个人来说吧，我是金水双灵根天赋，由于担心天地灵气不稳定，所以选择在封闭的洞府内闭关，没有借助任何天地灵气，一共花费了差不多20万下品灵石。但我听说某些单灵根天才筑基，通常只需要10万灵石就够了，因此我估计筑基消耗的灵石跟一个人的灵根天赋是有关系的，灵根越多，消耗的灵气自然也越多。单灵根10万，双灵根20万，那我这个9灵根得准备多少灵石才够啊？
掌教，我们宗门内有3灵根筑基的前辈吗？他们消耗多少灵石呢？规矩很简单，就以10万下品灵石起拍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灵石，最后价高者得。10万下品灵石倒也不贵，老夫就凑个热闹，帮六长老你抬一手吧，我出11万。12万，13、14，老头子出15万。1万1万的得加到什么时候去？老夫出20万。刘老头，你什么意思？老夫记得你没有徒弟吧？这是存心搅局不成？嘿嘿，就是，我们都1万1万的加，你这老头一下加5万，确实有点过分了。哼，老夫没有徒弟，但有后人啊。我有钱，给我们刘家留个传家宝不行啊？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，谁规定一定要马上用得着才能参与竞争呢？对啊，现在灯完全可以用上嘛，搞不好以后收到一个天才徒弟，或者家里面出一位天才呢。21万、22万，35怕还不够，老夫加3万，出价38万。我出40万，你们谁再加，老夫就不要了。嘿嘿，老夫还能够加一点，我出41万，80万。九长老如果还能加，那老夫也不惜奉陪。已经是我全部身家了，绝不能让他看出来。为了徒弟，就算砸锅卖铁也得拿下。好吧，大长老果然财力惊人，且舍得至己，老夫就不跟你争了。那就多谢九长老成全了。韩小子，已经没人加价了，赶紧把宁主玉果取出来吧。等等，谁说没人加价了？这老家伙这么有钱吗？躲在藏宝洞到底捞了多少油水啊？刘老头，你大长老，抱歉了，不是我非要跟你较劲，而是宁主玉果实在太难得一见了。你知道的，老夫天赋不好，费了好大力气才筑基成功。如今我虽然看不到希望，却也想给我刘家后人留一份机缘。所以此果对大长老那位徒弟有多重要，就不用多说了吧。若换了别人，我直接截胡送给大长老，还他一个人情。但韩进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让他吃亏，只能让大长老自己出点血了。这老头平时人不错，要不要送他？不行，我现在正缺钱呢。算了，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。万一那老头很有钱呢？你们看，掌教过来了。咦，那不是六长老吗？他也要参加拍卖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六长老正好练气境，这东西对他有大用啊。确实，不过以他的财力，想要跟我们这些老头子争，还是差了点啊。那是肯定的，不过这东西这么珍贵，老夫是不会相让的。我那孙儿炼气11层了，就差最后一条气脉就可以12层筑基。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拼一把。得了吧，我觉得老哥你的希望也不大。大长老那徒弟刚好炼气13层，要是得到此果，马上就14层大圆满，人家肯定拼了老命也要拿下的。不对啊，六长老的气息根本不像传言中炼气11层嘛，反倒跟极境很像。还真是，难道他已经踏入极境了？要真是这样，掌教大人不会自掏腰包帮他争夺凝之玉果吧？不妙，不妙了！拜见掌教大人。诸位免礼，今天拍卖之人并非是我，而是六长老韩进。六长老？对，这次的凝脂玉果其实是六长老从墨林秘境带回来的，我只是帮他传个信而已。什么？竟是六长老带回来的？我还以为他跟我们一样是来参加拍卖的呢。是啊，当真是虚惊一场。不过这么珍贵的果子，为什么他不自己吃掉呢？吃个屁！如果老夫没有感应错，那小子都已经14层了，吃了能有什么用？14层大圆满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运气好罢了。不过今天主要是来搞钱的。六长老，你打算如何拍卖这颗凝乳玉果？说个章程吧，老夫已经等不及了。3灵根有啊，我们有好几位山主都是3灵根。不过他们筑基究竟花费多少灵石，我倒没有打听过。找个时间去拜访一下这位前辈，也好确定自己9灵根到底要准备多少灵石才保险。掌教，如果我把这颗凝乳玉果上交给宗门，不知道能换多少灵丝呢？上交宗门宝库？六长老真是重情重义，心系宗门之人。归元宗有你这么一位长老，真乃天大的幸事。不过，我倒不建议你这么做。哦，这是为何呢？因为上交宗门宝库，你只能得到一个固定的收益。而且这种次生药以前从未出现过，宗门也没有合适的定价，到头来收益怕是难以令你满意。如果你真想奉献给宗门，我倒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你获得不错的收益。什么办法？拍卖，我可以帮你把所有筑基强者全部召集过来，以现场拍卖，价高者得。筑基强者？对呀，
这东西你不会想卖给普通内门弟子吧？他们连修炼都很困难了，哪有钱买这么珍贵的东西？相反的，那些筑基强者们大多富得流油，而且不乏拖家带口之辈。他们虽然自己用不上，但完全可以买下来送给自己徒弟或者家族后辈。好，那就有劳掌教大人帮我举办一场拍卖会吧。哈哈，没问题，我这就命人去通知各位山主、长老。大长老，宗门出现次圣药凝脂玉果，此果可以无条件帮任何境界的炼气修士打通一条气脉。1个时辰后，将在归元峰广场公开拍卖壮者。有兴趣的就过来凑整了个热闹，没兴趣就不用强求。记住了，所有人都要通知到位，不然我记你一大过。这有点严重了吧？哎，你不懂，这果子的非同小可，而且大长老有一个徒弟正好13层，得到此果消息他还不高兴疯了。万一他担心竞争太大，故意不将消息通知全面，你不亏大了吗？大长老竟有13层的徒弟？对，不过他现在估计已经后悔了。曾经天才绝艺，年仅16岁就达到炼气12层，意气风发地服用了阴阳丹，可结果如今30岁了，才堪堪打通一条气脉，达到13层。如果这次拿不下这颗凝脂玉果，恐怕等他修炼到14层时，已经是50、60岁的高龄了。唉，我本以为这次拍卖大长老是十拿九稳的，没想到半路竟杀出个刘老头，真是有点出乎意料啊。确实，这颗凝主玉果能拍出这么一个天价，也是远超了我的想象。本以为30万就顶天了，没想到卖了100万，看来剩下的6颗不用全卖了。对了，掌教，这一批次的筑基丹是您这边在炼制还是？这次你带回来的材料不少，而且你和玲珑都到了筑基的关键时刻，未免浪费材料，耽误你们筑基，我打算亲手炼制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螺呢？估计要半个月吧。拍卖之前我会提前通知你的。这次你贡献最大，我会免费给你1颗筑基丹作为奖励。但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筑基丹来提升成功率的话，那就要你自己花贡献去参加拍卖了。还有1颗免费的吗？那真是太谢谢掌教了。不用客气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你一个人上交的材料比其他人加起来还多。哦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筑基虽然对心境要求并不特别高，但心情过于浮躁，难免还是会出问题的。藏宝洞有一种名为冰魄珠的宝物，你可以花点贡献买上1颗带在身上，对筑基大有益处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既然是公开拍卖，只能看价格。我身为掌教，也不好用身份压人。行了，少废话！你要出多少？说个价吧。大长老，你出80万，那老夫就透个底吧。我出100万。如果你再往上加，那老夫也不继续当这个恶人了。100万，这刘德珠也太财大气粗了吧！100万，呵呵，算你有钱。这颗凝主玉果，老夫不要了。怎么感觉被洪老头坑了一把？算了，只要能拿到果子就行。刘长老，你点点看，这是100万下品灵石。好，刘老，这里面装的就是凝珠玉果，你当面查看。离开这里再来找我，我可就不认账了。刘老不用看了，我可以保证这东西是真的。嘿嘿，要得要得。马老前辈，能否打扰您一下？刘长老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是这样的，我这不是在筹备筑基吗？我听说您是3灵根筑基的，能否请教一下，当初您筑基时花费了多少灵石呢？你说这事儿啊，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我当年前后花费了差不多30万下品灵石吧。30万，看样子并不是成倍增长。多1条灵根大概多10万，那我9灵根准备90万应该足够了。虽然我身上有100万灵石，但筑基不能中断，还是得多备一些防万一。多谢前辈解惑。行，这事儿我知道了，你就按照约定的将贡献卡给他吧。好，刘长老，关于你上交资源的事情，我已经跟掌教说了，这是你应得的贡献，一共82万3500点，你清点一下吧。好，没有问题，多谢刘老了。
加上原本的内门贡献已经超过150万了。不用谢我，我也是按规矩办事。长舅、六长老，你们聊着，老夫还要回去看守藏宝洞，就先行告退了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为何愁眉不展的样子？可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？哎，景池啊，为师这是替你感到惋惜呢。嗨，这有什么好惋惜的？路是徒儿自己选的，哪怕这辈子无法筑基，徒儿也认了。这事儿，师傅你就别往心里去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是说，今天本来有机会让你直接一步登天，直接登上14层的，但可惜为师财力有限，让你错失了这天大的机缘。这怨不得师傅，怪就怪我气运不够吧。哎，是啊，气运这种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重要。像那位六长老，为师第一次见他时，他不过是一个炼气2层的杂役弟子而已，结果这才多少年，就已经天脉大圆满了。说起来，也怪为师，若是当年老夫再坚持一下，不让你踏入极境，以你的天赋，此时恐怕已经是筑基中期强者。师傅，这事您就别提了，徒儿何曾怪过你？再说了，徒儿相信，只要我足够努力，也定然能够在50岁之前打通天脉，进入炼气14层的。哎，好吧，好吧。咦，那小子怎么过来了？谁？就是我刚跟你说的六长老。他就是六长老吗？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啊。废话，据说他今年才24，比你还小好几岁呢。景慈，不能失礼了，快随为师前去迎接。哈哈，六长老大驾光临，老夫真是蓬荜生辉呀！见过长老大人。洪老前辈，您就别取笑晚辈了。这位兄长是？兄长不敢当，弟子名叫贺景慈，是大长老徒弟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洪老前辈争夺凝脂玉果，想必就是为了景慈兄吧？这人地脉全通，天脉却毫无动静，难怪大长老那么拼。正是的，但可惜啊，老夫财力还是差了点。六长老，里面煮了上好的茶叶，快请进去喝几杯。好，那就打扰了。六长老，你大老远过来这里，应该不只是闲聊这么简单吧？当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要问问前辈。何事？是这样的，我想问问前辈，如果还有一颗凝主玉果，前辈是否愿意花100万灵石将其买下？还有凝脂玉果在哪儿？早知道我就去借钱跟刘老头死磕到底了。我说的是如果。如果就算了吧，这世上哪有后悔药可吃？我只恨当时没有咬牙坚持。哦，是吗？不要150万，也不要100万。洪老前辈，给我80万现钱就行了。问你100万，只是为了让你知道这东西的价值。80万卖你，一是你拿得出现金，二是全当卖你个人情。天哪，这真的是凝主玉果啊！这就是师傅您刚说的，一颗就能帮我打通天脉的神奇果子吗？没错，就是它。六长老，你刚才说要80万卖给老夫，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不过我可是要现金的。毕竟洪老牌辈你也明白，我现在是个什么处境。没问题，这里就是80万下品灵石，你点点。如果你觉得80万不够，老夫还可以给你写个欠条。够了够了，我说80万，那就是80万，不会多要前辈1颗的。哈哈哈，好，这个人情老夫记下了，以后若有帮得上忙的，必定还你这个人情。景慈，你的机缘来了，拿去炼化了，早日踏上筑基之境吧。谢谢师傅。你该谢的不是为师，是六长老才对。若非他，为师也无法给你凭空变出这逆天的机缘。是，谢谢六长老。好了，快起来吧，都是同门，不必如此多礼。那就不送六长老了，您慢走。怎么还不来？我都在这站1个时辰了。是啊，也不说个确定的时辰，让我们在这里干等着，实在太过分了。抱歉，有点事情耽搁，老夫来晚了些。终于来了，拜见刘老前辈。
免礼免礼。诸位，现在老夫简单说一下这次拍卖的规则。首先，这一批次的筑基丹拍卖底价还是和之前一样，10万内门贡献起拍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。其次，这次筑基丹的产量比预想中要丰厚得多，大家没必要过于执着某一粒筑基丹的争夺。六长老，这次投入拍卖的一共仅有20粒，但参加拍卖的却有上百人。你最好把握住前面几粒机会，不然后面竞争会越来越大。上百个玉瓶，要是平分的话，几乎人手一粒啊！这还争个屁呀！这不对啊！父亲不是说他就给了刘老头20粒吗？怎么一下出来这么多？好了，拍卖现在正式开始。这是第一粒筑基丹，有需要的可以开始喊价了。10万1000，12万，15万。什么？这家伙疯了吧？这么多筑基丹，你一下就把价格抬这么高？是啊，这完全是有钱没地方花呀。嘘，小声点，你不知道他是谁吗？对哦，他谁呀？内门中排得上号的我基本都认识，还从未见过这么一个炼气巅峰高手呢。傻逼，他是六长老韩进。啥？我操！你不早说，这下完蛋了。15万，还有人加价吗？15万1次，15万2次，15万3次，成交。15万，15万，15万。韩师弟，你在干什么？一个人买这么多回去当糖豆吃吗？好歹给别人留一些呀。二长老，你那孙儿天赋还行啊，为何不让他修炼极境试一试，反倒急着冲击筑基？老夫跟他说过了，但他担心自己跟景思小子一样，所以我也懒得劝他了。毕竟那个境界也只是传说而已，这个世界还没人达到那样的高度。极境修不修也无所谓了。那倒也是，别说那传说中的化神之境了，就是元婴，我们中州大陆前也见不到几个。是啊，对了，掌教，你已经接近大圆满了吧？准备什么时候冲击金丹期呢？我们归元宗这些年可是被压得喘不过气了，急需一位金丹强者坐镇啊！等玲珑筑基之事告一段落吧，我这些年都在为他的事操心，难以静心修炼。没办法，老祖宗传下来的基业，总不能放任不管吧？说起来，我还真是有点担心。若是哪天我出了意外，这归元宗又该何去何从？玲珑丫头就不错嘛，虽然是女儿之身，但行事稳重。老夫觉得她接任掌教之位没有问题的。他怕是不行。玲珑阅历太少，且脾气固执，看不懂人心险恶，又容易得罪人。对内倒是没什么问题，如果对外的话，难保会被人算计。阅历是可以慢慢增加的嘛，又不是马上就要将掌教之位送到他手上。你不是想闭关清修吗？正好可以让他接手试一试，提前磨练一下。这倒是可以，那到时就要劳烦你们这些老前辈们多多包涵，指点一下玲珑了。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归元宗对我们来说，那就是自己的家呀。我们也想宗门能够越来越好的。掌教大人，不好了！六长老被雷劈了！师姐说的是，我本来就打算买完这一颗就不买了。9颗买来的，加上免费送的1颗，足足10颗筑基丹。这么多如果还不行，我干脆一头撞死算了。师姐你继续吧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
六长老终于走了，要再买下去，我们怕是连汤都喝不到。你想多了，六长老虽然得了一些特权，但每一颗都是真金白银砸了15万的，这个价格可不低。我估计他就算不走，怕也拿不出更多的贡献了。确实，不得不说，六长老真有钱啊，随便一出手就是130多万贡献，不像我苦哈哈攒了5、6年，也才10几万而已。那还用说吗？就是福院那边，估计1年就能捞不少油水。10颗筑基丹，加上这190万灵石，这要是还不成功，那真是老天不公了。是否成功，就在这一次了。满满1丹田真气，耗费了无数灵气，才换来这拇指粗细的一点道元，这消耗简直恐怖。将近200万下品石，也不知够不够用。若真不够，只能打开透气窗慢慢磨了。到了这一步，已没有退路。掌教，玲珑丫头这次应该是10拿9稳了吧？她都突破天脉境2、3年了，心境早已磨练的差不多。不好说啊。什么？究竟怎么回事？我刚才奉命过去打听六长老有没有出关，结果才刚到极云峰外面，就看到六长老在山顶上上蹿下跳，被一道道天雷追着劈。怎么可能？六长老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！怎么回事？他这是怎么了？长教，你来了！六长老他被雷劈了，你快救救他吧！让开，给我检查一下。伤得太重了。他到底怎么回事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。长老他一直在那座山脚的密室中闭关来着。我奉命在这边打坐守候。就在1个时辰前，我突然看到六长老他哈哈大笑的从密室跑了出来，结果才刚出门，天空上就乌云密布，一条条闪电从天而降，追着他劈。这家伙怎么会被雷劈呢？按道理来说，筑基是没有雷劫的，难道是坏事做多了不成？你没事吧？感觉如何？谢谢长教，我感觉好多了。没事就好，你伤势太重了，我先送你回去休息一下。有什么事，等调养好了再说。六长老，这是2阶生机活血丹，你要不舒服就再吃2颗，但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了。你的状态不好，吃多了恐怕适得其反。好，谢谢长教了。不用客气，你好生养着。我去吩咐罗三给你弄点好吃的补补身子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被雷追着劈？我好像没做什么天怒人怨的恶事啊！难道是苦雪老怪等不及了，在暗中施法诅咒我？现在都11月中旬了，
离3年之期就剩1、2个月，那老怪我估计真急了。那我也不瞒您了，其实我是9灵根天赋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我说我是9灵根，金木水火土风，风箩天暗俱全，堪称一辈子无法突破炼气1层的那种垃圾天赋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你要真是9灵根，怎么可能修炼到这般境界，而且还如此年轻？再说，这么稀奇的天赋，我也从未听到隐仙堂那边汇报啊。事实就是这样，掌教您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至于隐仙庭那边为何没有上报，恐怕是不想让我被人当成怪物看吧。你当真没有骗我？千真万确。我知道掌教肯定有诸多疑问，我也不妨坦言相告。好吧，我倒真是大开眼界了。没想到我们归元宗竟出了6长老这么一位惊世之才。9灵根，炼气机靠运气能堆起来，可筑基期呢？每升1层需要的资源都是天价。若真要供他修炼，整个宗门宝库都会被他一个人掏空。掌教，我如今已经筑基修为，打算出去游历一番。这福院怕是难以照顾周全，不如您再寻一个合适的人选，替我接管福院，你看怎么样？6长老要出去游历？也好，年轻人是该出去闯荡闯荡。那福院院主一职，我就找个人暂代一下吧。不过6长老可别忘了，你始终是归元宗的人，我们归元宗也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。不对，现在是真元了，道基凝练出的能量比真气浓稠太多了，疗伤效果也强得多。掌教大人呢？他们走了吗？已经走了。掌教说让你调养好了再去见他，也多亏掌教他们及时过来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段时间也是辛苦你了，东西收走回去休息一下。我感觉差不多了，不用你再伺候。好的，那您歇着，我就先告退了。不容易啊，总算踏入筑基期了。等伤势好转，就去找掌纠请教一下御界飞行之事吧。拜见掌教。你这么快就恢复好了？多亏了掌教您给的2阶升级护血丹。不必客气，进屋里坐坐吧。那天你受伤严重，我也没仔细检查，你应该筑基成功了吧？是的，已经成功了。190万下品灵石全打进去了，连珍藏的1000多颗中品灵石也砸了个精光，还刻了10颗筑基丹才勉强成功。这垃圾天赋真是要命。成功了就好，恭喜恭喜！从今以后，我们归元宗又多一位筑基强者了。而且以你的气运和天赋，恐怕将来筑基大圆满也不是问题，那就真是我归元宗的砥柱中流流了。天赋，掌教实在过誉了。哎，过分谦虚可就是骄傲了啊！放眼整个归元宗，像6长老你这样年纪筑基的，可是屈指可数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有问过你，究竟是何种灵根呢？掌教大人，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是真话呀！难道灵根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吗？我又不是你的敌人，又不会针对你的天赋研究对付你的法子。掌教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说真话怕吓着你。吓到我？6长老，你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。你倒说说看，什么灵根能吓着我？3灵根还是4灵根？好吧，既然掌教亲自开口，掌教放心，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归元宗一员的。玉孤城不是人品不行，
只是为了宗门大局。桂元宗高层若心生芥蒂，他也压不住所有人。六长老，你已经筑基了，想来正是缺一件飞行法器。此剑名为飞羽，乃是一把上品飞行法器，价值不菲。如今就把它送给你了，希望它能助你度过一些难关。长舅，这如何使得？韩进，坦白跟你说了吧，我撤了你福源院主一职，实非内心所愿，实在你天赋太差，宗门承受不起。此剑价值上百万，就算是对你的补偿了。你收下此剑，从今以后你还是六长老，但不得再从宗门宝库内获取任何一颗灵石。不得兑换灵石？没错，不过其他资源，比如法术、宝物、丹药之类的东西，你依旧可以兑换。也就是说，我只能借宗门宝库提升战力，不能再靠宝库提升境界修为了。行吧，既然掌教都说得这么明白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真是可惜了，希望你不要怨恨我才好。飞羽侧重飞行辅助，不适合杀伐，若拿来对敌，损毁了就得不偿失。玉器飞行，说白了就是加强版控物，用真元和神识控制飞剑移动，再借法器符文降低消耗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咦，那不是六长老韩进吗？你筑基成功了！哈哈，是啊，李山主，有空来吉云山坐坐啊。六长老，你筑基成功了，过来喝杯茶再走啊！不了不了，张老哥，我练习御剑飞行呢。六长老，你慢着点，可别撞山上去了。放心吧，叶奇前辈，我已经很熟练了。剑灵小兄弟回来了吗？有时间来吉云峰坐坐啊。痛快。刘长老，听说你筑基成功了，恭喜恭喜啊！刘老客气了，我来找你，想兑换一门适合筑基初期修炼的法术，可否介绍一二？筑基初期的法术，那最好是玄阶下品了。我这里倒是有几门，不知道你想要哪种类型的呢？什么类型倒不重要，主要是我能不能买得起。玄阶下品法术价格一般在15万左右，这是宗门规定的，你觉得可以接受吗？15万，那还行，你带我去看看吧。好，那你跟我来吧。刘长老，容我多嘴一句，您是不是跟掌教闹矛盾了？为何这么说？掌教刚才亲自找我，说以后不准再兑换灵石给你。老夫问他为什么，他也没有解释，光影在脸上一晃而过。你说这事儿啊，也算不上矛盾，不过其中原因掌教不说，我也不方便透露给你。好吧。这里面都是玄阶下品法术，你自己看看吧，看中哪一门，将贡献卡放进去就行了。好。水属性玄阶法术，既有攻击之术，也有防御之术。
一个价格买2门，正合适。没有别的要买的了吗？我倒是想买，就是没贡献了。要不你先借我点儿？借？那就算了吧，我也没钱。行吧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有缘再会，告辞。短短几年，我从普通凡人变成了筑基修士。可这一走，下次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。上次来这里，我还是来找蛛网悬赏，再回来，我已经筑基了。醒醒！抱歉，客官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有什么需要吗？我找人。找人？客官，您走错地方了吧？我找这个人，他说凭此令牌可以找到他。客官，您稍等，我亲自去求证一下。客官，我已经问过了，令牌没有问题。不过你要找的人现在不方便见你，要不你先在这里住下来？可以，他什么时候方便了，让他来找我就是。有通天法界帮忙，半个月入门，速度已经不错了。好吧，我认输还不行吗？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到底怎么办到的？从秘境结束那天开始算，现在也才3个月零几天啊！你当时不是说灵石都没准备好吗？当时确实没准备好啊。不过我回去之后，宗门看我上交的灵药够多，就直接送了我几颗筑基丹，另外还给我预支了一笔灵石。送筑基丹，还预支灵石，难怪你这么快。我回去上交资源后，还等了好久，才拿到灵石和筑基丹。行了，赌不赌的，我压根就没往心里去，你也别多想了。若真是同时拿到资源开始闭关，我还真未必比他快。毕竟他有夜魔之躯。那不行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既然我已经提出来了，又岂有反悔的道理？真的没必要。大哥，哎，乖，你不说没必要吗？你非要喊，那我自然要应了，不然你多尴尬呀！而且我忽然觉得，有你这么一个小弟，还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你果然口是心非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让你也喊我一声大哥。你又想怎么样？暂时没想好，等我想到了，再跟你赌一把。什么时候出发？我随时都行啊！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半个月了，屁股都快长疮了。行，那就走吧。我已经跟师父告别过了。你悠着点儿！大哥，你老盯着我干啥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个正常人，对男人没兴趣的。说啥呢？我只是觉得你这副成熟的脸型配你这个顽皮的个性，哼，有点不伦不类而已。那有啥？你自己不也是？表面看起来正儿八经的，其实就是个逗逼。大哥，你不是归元宗弟子吗？我跟你说个事儿，说不定能让你大赚一笔贡献呢。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
去年我还是练气期的时候，接了一个刺杀任务。如今我有醉老头秘法护身，不怕哭血老人隔空诅咒。若让归元宗去收拾他，也未尝不可。我们应该快到墨林山脉了吧？应该不远了。天色不早，一会儿带远方访视休整一晚上，明天再赶路。行啊。皇兄，这里人多，一会儿你帮我散发一个消息出去。什么消息？就是鸡鸣山有强大魔修的事情，把他说的越邪恶越好。我要让这个消息快速扩散出去。这样一来，你不就没有功劳了吗？我不要功劳，我只要那家伙赶紧死。你跟他有仇，没错。好吧。不会吧？前几天还活得好好的啊，我们还一起喝过酒呢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我骗你干什么？我有个朋友在魏家当侍卫，昨天回来亲口告诉我的。如今魏家正遭逢大变，举足悲痛呢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，竟然有人敢招惹紫云魏家，难道不知天高地厚不成？你们懂什么？魏家早已不是从前的魏家了。3个月前的墨林秘境知道吧？魏家家主魏成河据说也去参加了，但至今都没回去，估计早就已经死了。魏成河死了，难怪啊！要不然以魏清月的身份，谁敢动他？你们说，会不会是其他2大家族干的？方家和童家吗？应该不可能，因为据我了解，这2家的家主也同样没有回去，估计也一并死在了墨林秘境中。而且听说，魏清月的死法极其凄惨，不像正道人士所为。什么意思？这么跟你们说吧，我那兄弟亲眼看过魏清月的尸体，说是2只眼睛瞪得鬼圆，胸口破开一个大窟窿，里面心脏仿佛被人硬生生扯掉了。我的天，还有这种事情？难道是魔道之人所为不成？魔道中人？不可能吧？这里可是靖州，西域魔宗离这里10万8千里，而且听说魔宗早就被仙道盟打残了，哪里敢到九州来？那可不一定。我前面就听人说，在我们靖州云中郡的鸡鸣山，就有一个十分凶残的魔道强者，专门杀人取心脏来修炼。什么？当真有魔修潜入靖州？难道魔道真的复苏了不成？是啊，这也太吓人了。以后我们出门还是小心点儿。唉，小心有什么用？这种事情还是得尽快通知我们靖州正道第一宗门归元宗来处理，不然我们早晚躲不过去的。对对对，还是这位道友想的周到。我正好认识一位归元宗出来历练的朋友，一会儿就把此事告诉他。你谁啊？哪里冒出来的？我们说话你插什么嘴？抱歉抱歉，我看你们聊得起劲儿，所以过来凑个热闹。你们继续。有毛病。就是，这都啥人啊？哼，人都不认识就往别人圈子里挤。该说不说，他的话很有道理啊。此事关乎我们散修的命运。龙兄，你不是认识归元宗的道友吗？不妨跟他们说一说吧。好，晚点我就去找他聊聊。
蒙继兄，你说的古树村，距离此地还有多远？具体多远我也不清楚，但据说过了这落日林，再越过一条黑水河，就能看到古树村了。眼前这片森林就是落日林吧？应该是的。我师父说过，落日城外就是落日林。以前落日林内还有互通官道，但据说很多年没人走，早已消失不见。林中多了许多毒虫猛兽，即便筑基期，也要小心才行。好，那我们这就出发吧。小心！五行罩。有毒！你没事吧？嘿嘿，小意思。刚才那一下帅不帅？不知道怎么说你。这鸟石你要不要？你要就拿去吧。这家伙虽然毒挺厉害的，但实力看起来很一般，恐怕值不了2个钱。好，那就多谢了。空中怪鸟太多了，我们走下面。走。这应该就是黑水河。大哥，你不是喜欢收集妖兽尸体？这下面不少一阶妖兽啊，何不猎杀一些？算了，还是赶紧赶路吧。这里是南疆，据说这边有很多强大的邪修，万一被盯上就不好了。邪修怕什么？以我们的修为，就算打不过，还跑不掉吗？孟奇兄，你这样想就不对了。须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别说这世上还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金丹真人，就是放在筑基期，我俩这点实力，也万万猖狂不得啊！是，大哥教训的是。九州这么大，荒郊野外哪有那么容易撞见筑基修士？耶，我们好像到了。这就是古树村。错不了，师傅说过，古树村就在落日草原中。我还担心走错方向，现在看来我们并未走错。大哥，这上面有字。什么？你看，像是一副对联。人物道统？难道古树村竟跟神武部落有关系不成？这2句话玄机很深，也张狂得很。你师父跟你说过古树村的来历吗？没有，他也是从别人口中得知，只要拿着古树令，就能进入古树村接受圣灵古树传承的。除了传承之外，对于古树村的来历并没什么了解。这样吗？那古树村内可有什么危险？还是说进入村子就能轻松获得传承了？危险自然有的，但据说随着时间推移，古树村内的情况也会发生变化。所以不同时间进去之人，遇到的情况也截然不同。前人的遭遇，对如今的我们来说并不适用。好吧，那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现在往哪儿走？你把我给你的古树令取出来挂在腰上，我们过桥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是在石桥上吗？
你把神识投入古树令，就能看到路了。大哥，愣着干啥呢？走啊！哦，来了。死狗，叫什么叫？小心老子打死你！大伙别叫了。两位叔叔，你们是哪里人啊？来这里有什么事吗？古树村荒废多年，这小孩和狗本不该存在。小弟弟你好，我们是听说这里有一棵圣灵古树，圣灵古树，所以慕名过来参观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圣灵古树在后山呢，平时阿婆都不让我们去的，更别说外人了。阿婆？阿婆是谁啊？她在家吗？可不可以带我们去看看？对啊，阿婆是谁啊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老大，这家伙好像是个傻逼，我们不理他，直接去后山吧。走吧。你们是谁？关你卵事！识趣的给我闪开，不然本大爷打死你！孟七兄，不要冲动。好啊，你个瓜娃子，竟敢跑到我们圣树村撒野！看我今天不给你一点颜色瞧瞧！就凭你！孟七兄，你没事吧？这人力气好大。哼，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赶紧滚！再敢来我们圣树村，我打死你！得意什么？刚才我只是大意而已，再来过！你找死！住手！大栗鼠！你们也给我死吧！黄梦琪！假的。黄梦琪，
你疯了！爽，你有点过分了。这是我做的，不是你还有谁？真是我做的，怎么会？我杀过人，可我不会对普通凡人动手，可不会对……啊，怎么回事？尸体呢？这看起来像是幻想，并不是真实存在的。哦，原来是幻想啊！那没事了，吓我一大跳。这么简单？哼，简单嘛，你试一试就知道了。虽然不说极难，但也绝对跟简单二字沾不上边。没事啊。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有什么玄奥的。你有半炷香的时间破开此囚笼，如果办不到，将会被送出古树村。原来这就是考验。这铁笼强度这么高吗？连木牛树和幻虎树都破不开。不对，这囚笼有强大的金属性气息，难道考验的是属性生克？看来我猜对了。师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韩师弟，当初出岩山的一幕幕，始终让我无法冷静。我闭关3个月，心魔缠身，筑基彻底失败了。此生已经无缘长生大道。谁告诉你，幻象就没事了？梦洁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大哥，此人太恐怖了，我们不是对手。前辈，我们拿了古树令而来，只为求一份机缘。若是您不高兴，我们走就是了。还请前辈莫要动怒，饶我兄弟一条性命。老身自然知道你们拿着古树令而来，否则就凭这小子的心性，此刻已经是个死人。第一关考验，1为力，2为人。力之一关你俩都算通过考验，但人之一关，你非但不过，反而连狗都杀，简直不是个人。你他妈的不早说！你在骂老身？没有啊，前辈您误会了，我怎么敢骂您？
我只是抱怨自己一时冲动而已。前辈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？哼，没有机会了。而且你的古树令，老身也要收回来。冷墨尘，前辈，他去哪儿了？放心吧，老身只是将他送出古树村而已，并未取他性命。小子，你的心性还算符合要求，不过还有一关考验在等着你。如果通过，便可前往后山接受传承；如果过不了，那也和刚才那小子一样，会被直接丢出去，并且50年内不得再踏入古树村。前辈的意思是，我这古树令不用收回的？除非老身极其讨厌之人，古树令一般是不会收回的。但是一个人一生只能接受一次传承，你考验不过，50年后可以再来尝试。但要是考验过了，这令牌对你就没用了，你可以转送给其他人。原来如此，那最后一关的考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身后这100丈阶梯，你成功登顶，便算是通过考验。但我并不怪你，我只想问问你，如果我嫁给你，你愿意娶我吗？师姐还没告诉我，你为何在此呢？你别管我为何在这里，但你要如实回答这个问题，不然你走不出这片天地。如果真是如此，我愿意娶你。赤岩山那件事虽是意外，却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记。她若真愿意嫁我，我不会拒绝。当真吗？那如果让你为了我放弃长生大道，与我共度100年，然后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你可愿意？那不行，我可以娶你，但绝不会放弃修行。那你就是不爱我了，为何又要娶我？难道只是贪图我的美貌不成？娶你是因为我心里还有道德，觉得作为一个男人，应该为当初的事情负责，而长生是我毕生的梦想。我可以与你携手一生，但长生之路绝不会因为与你一起就此中断。不妨明确告诉你，就目前为止，除了自己的性命之外，还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能让我改变这个观念。如果前辈想找我的软肋来考验我的道心，那最好是用我本人的性命，否则任何人来都不管用。是吗？那如果是你外面那位兄弟呢？如果我让你在长生之路和他的性命来做选择，你选什么？黄梦琪吗？我依旧选择长生。你可以杀了他，但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小子倒是有趣。行吧，算你通过考验了。期许落幕残花，地风尘决放下。这考验真是神奇，竟能凭空造出这么真实的幻境空间。心魔缠身，筑基彻底失败了。不会一语成谶，玉玲珑真的筑基失败了吧？老身便是当代教主的护道者，如今教主已经长大成人，实力也超过老身，不再需要老身陪伴，我便遵从教规来到此地守护圣树。所以老身并非你想象中的幻想，而是真实存在的。意思是，神巫部落自从遭遇意外后，就改为了一脉单传吧？对，自从那次变故后，神巫部落就名存实亡了。部落改为神巫教，教中成员不会超过4人。4人？就是教主、教主守护者、圣女以及圣女守护者。
教主先逝后传位圣女，圣女再找新的圣女，这样代代相传。而神巫令一般是在教主手中的，让你欠人情，便是相当于欠当代教主的人情。明白了，不知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在此立过誓言呢？以前的老身就不知道了，但自从老身接管圣树以来，已有50多位天才在此立过誓言。50多人，那可真不少啊！能走到这里的，应该都不是简单人物才对。那是自然的，能通过层层考验走到此处之人，又怎么会是简单之辈？我神巫教之所以仅凭4人就能一直传承下去，其主要原因就是欠我们的人情的天才太多了。这些人成长起来后，也基本都是名震一方的存在。神巫教只剩4人，却能延续至今，靠的竟是这些天才欠下的人情。那敢问前辈，当今神巫教教主如何称呼，长什么样呢？我也好知道自己欠了谁的人情啊。这个你无需多问。且不说以你的修为，不可能帮得上教主什么忙。就算帮得上，我教教规也是认令不认人的。如果真的有求于你时，你只需验证一下对方是否持有神巫令，令牌能否正常激活就行了。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我神巫教的掌教令，只有正统传承的当代教主才能激活，其他人就算拿到手里也毫无作用。当有人持此令找你，你可让他当场激活给你看。如果展现不了此令玄奥，那来人便是假的，你可将其诛杀，同样算还了我神巫教一个人情。现在，请你在上面写下你的誓言吧。好。我本以为这一关已经失败，没想到竟也算通过。实战结束，还有最后19步。你若能顶住小山压力，来到最顶端，也算通过考验。只剩最后19步，都走到这里了，我不能认输。给我起！成功了，恭喜通过考核，你可以进入山谷，接受圣灵蛊术传承了。这就是圣灵蛊术吗？拜见前辈。不错，你的表现比许多人都要好。不过在接受传承之前，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办。什么事？圣树乃是我神巫部落至宝，无偿让外人接受传承，已是天大的恩情。但总有一些狼心狗肺之辈，得了传承之后，非但不懂得感恩，反而恩将仇报。所以在接受传承之前，我需要你立下毒誓，得了传承就欠我神巫部族一个人情。若是神巫令主人有所求，你必须还上这个人情。原来前辈说这是理所应当的。不过晚辈有些好奇，听说神巫部落已经遭遇不测，如今这世上还有神巫传人存在吗？还有前辈您到底是真实存在的，还是……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。没错，我神巫部落早在几千年前就因为参加正魔大战而伤亡殆尽了，部落传承也几乎灭绝。但幸运的是，部落最核心的传承留在了南疆，并且始终以一教主一护道者的方式代代相传。
神武部落邪术诡异，3根眼睫毛落到他手里，还是得问清楚。前辈，你不会拿着眼睫毛暗害我吧？放心，此物只是方便我教传人，在遇到你们这种欠人情之人时，能够辨别出来而已，并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伤害。那就好。那我现在可以开始接受传承了吗？哼，当然。你把古树令给我吧。可以了，你将手按在树干上面，等到传承完毕方可收回。至于能得到什么传承，全凭你的运气。好的。好了，传承结束。这枚古树令50年内无法再激活圣树，你将其收起来吧。好的，前辈。前辈，如果我再找到点新的古树令，是否还可以接受一次传承呢？不行，圣树传承有2个条件是无法改变的，一个是一枚古树令50年内只能使用1次，第2个条件就是一个人一生只能接受1次圣树传承，哪怕你拿着崭新的令牌过来也没有用。好吧，是晚辈贪心了。没事，但凡是个人，肯定都想获得更多传承的，包括老身当年也有同样的想法。不过这是古树自身的规则，即便是老身也无法改变什么。好了，言尽于此，我这就送你离开古树村。等等，前辈，晚辈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请教一下。什么事？我想跟您打听2种材料下落，如果前辈肯指点一二，在下一定会牢记您之恩情的。行吧，你这家伙看起来也是不简单，老身就与你结个善缘。你说说看，是什么材料？是清明时辰和龙涎香纸，晚辈急需这2种材料，但多方打听都没什么进展。前辈您见多识广，不知有没有听说过这2种材料？清明时辰和龙涎香纸，我倒真的知道哪里有清明时辰。不过从你考验时施展的法术来看，恐怕不是墨门弟子吧？墨门？那是什么地方？跟清明时辰有什么关系吗？没错，据老身所知，墨门名画《清明仙图》所用的材料里面就有清明时辰，但此物极其珍贵，你既日不是墨门弟子，拿到清明时辰的希望并不大。前辈可否帮个忙呢？晚辈愿意用大价钱购买。这个老身就帮不了你了。我不问世事多年，跟当代墨门门主更是不熟。即便老身出面，人家也未必肯卖我这个面子。那好吧，好不容易得到清明时辰的线索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要去墨门试一试。老大怎么样？有收获吗？有。什么收获？方便说说吗？是一门功法，但具体是什么样的，我自己也还没看呢。我先瞧一瞧再说。裂空逍遥功，风属性无级别功法，风灵根可修。内分裂空斩与逍遥游上下2片，上篇为攻击之术，下篇为辅助身法。
竟然是风属性身法和攻击之法，真不愧是圣术传承啊！不枉我辛苦跑这一趟。大哥，怎么样？是一本无级别的风属性法术，我倒是不介意传授给你，但你好像修炼不了。无级别，那不是号称任何境界都不过时，能够将任意境界的战力都超常发挥的秘法吗？上面是这样写的，但具体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厉害，还未尝可知呢。好吧，大哥，你可真是狗屎运惊人。可怜我，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，结果却被赶出来了。唉，你也确实倒霉，谁让你一时冲动把那小孩也杀了？这令牌50年后还能再用一次，你收起来吧。这次不行，下次再来过。算了吧，50年后谁知道这里是啥样的？而且那老太婆已经对我产生成见，恐怕50年后也不会让我上去。你先拿着，有机会总比没有好。那好吧，死老太婆，本大爷祝你活不过50年。孟启兄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是回中州还是？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我可不想这么快回去。要不我们在南疆逛一逛吧？听说南疆也挺大的，机缘之地不少，没准还有其他收获呢。行，那就在这边闯荡一番好了。不过我有件事情得先办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就是墨门。大哥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对于南疆的宗门，我了解的并不多啊。虽然我实力高强，同境界无敌手，但以一己之力打一个宗门，还是自认没那个本事的。这家伙能不能别这么猖狂？再这样下去，我真要被你连累死了。人家墨门据说是有金丹真人坐镇，你还想来硬的，当真活腻歪了不成？还有金丹期坐镇，等，那确实要小心一点，不然哪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不过这样就更加困难了。有了！什么有了？嘿嘿，老大，硬的不行，我们可以来软的嘛。我们加入墨门，成为墨门弟子不就行了？这确实是一个办法，但能不能行得通就不一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宗门收人，大多只收身世清白的初学者，像我们这种已经具备一定修为的筑基强者，想要加入一个宗门，肯定会被严格审查的。道士若是查出来不妥，恐怕偷鸡不成倒使一把米。确实，我们要是南疆本土人倒还好点，关键对南疆一无所知，很大可能露馅的。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好主意暂时没有，我们去墨门周围打听一下情况再说吧。行。天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父亲安好，我刚刚回来。好，天儿，你可是好久没回来看为父了。快进屋里坐。好啊，我儿当真厉害，我项家也要出一位筑基强者了。筑基哪有父亲想的那么简单，需要大量的灵石，还要有筑基丹才稳妥。我也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筑基成功。灵石嘛，你还差多少呢？为父虽然不多，但只要能帮你筑基，我可以把七秀派的库存都给你搬来。我是双灵根，怕要20-30万才够。20-30万？我们七秀派的仓库也只有几万灵石而已，这相差实在太多了。没有吗？其实除了灵石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办法，也可以让我快速筑基的。什么办法？
只要能让你筑基，为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很简单，父亲，你把七秀派的弟子全部找过来，让我用他们的鲜血练功就行了。什么？用七秀派弟子练功？这不行不行，这不是魔道行径吗？天儿，你修的是名门正道，怎么会想到这个办法呢？还说你多疼爱我，儿子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你都不能满足。天儿，修行可以一步步来，但魔道功法可是半点沾不得呀，那是会让人丧失理智的。父亲，你老糊涂了！这天下哪有什么正道魔道，一切都是靠实力说话的。没有实力，100年之后就是一堆黄土，谁还管你是正道是魔道？我们向家10几代人努力，却连一个筑基修士都出不了。如今孩儿好不容易看到希望，你却跟我说什么正道魔道？孩儿要是筑不了基，那你就是向家的千古罪人。你这是歪理邪说！筑基之路千万种，修炼魔道就是绝对不行。哪怕列祖列宗活过来，他们也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好好，你不同意是吧？那就休怪孩儿不客气了。是你自找的。好一个名门正派弟子，竟然做出这等禽兽不如之事，当真让老夫大开眼界。谁？你就是向云的儿子向天，老夫等你很久了。本以为你跟其他归元宗弟子一样，是那种自视清高的家伙，没想到竟是同道中人。你在等我？没错，老夫已经来过这里数次了，可惜都没有遇到你。你找我干什么？我听人说你天赋不错，拜了归元宗6长老为师，所以想让你帮我办点事情。让我给你办事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凭什么帮你？呵呵，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是不肯乖乖就范了。筑基强者，老夫的耐心是有限度的，现在可以好好聊聊了吗？前辈有话吩咐就是，何必这般动怒？现在知道服软了，看来你也不傻嘛。行，老夫最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了。你身为6长老的徒弟，可曾听说过血灵碗3个字？血灵碗，听过的，那是五师弟赵品平送给师傅的宝物，不过后来被6师弟偷走了。6师弟偷走了？谁是6师弟？韩进。什么？韩进？你说他已经拿走了血灵碗？一开始我也不理解，后来多方打听，才知道是宗门长老堂出过一次重大变故，原本的长老包括我师父在内全都意外身亡，是韩进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，救了掌教一命，这才被破格提拔的。还有这种事情，这小王八蛋真是出人意料啊！你有没有把握将他骗出宗门？或者把血灵碗给老夫带出来？这有点困难。他接管师傅领地后，把我和另外2位师弟都赶了出来，现在我根本没资格接近他。哼哼，你就不能想想办法？另外，老夫可不是在跟你商量，你若对我无用，那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前辈饶命，晚辈一定想办法帮你把他骗出来就是。好，那老夫就给你一个机会。这是老夫秘制的100日断魂丹，
3个月内，你将韩宋给老夫骗到此处，或者带血灵丸来见老夫。如果完不成任务，那便会全身溃烂而亡。前辈，你……老夫在七秀派等你3个月，你若胆敢耍花样，绝对死得很惨。这么大一座城，竟然用朕这样的称呼。嗨，管他呢！这2、3天下来，我都快累死了。大哥，赶紧进城找个地方吃点东西，休息一下吧。黄梦琪这具身体倒真是古怪，到了这等修为，竟还一顿不吃就饿得慌。明天好像就是墨门3年1度的招新之日了，哥几个要不要去凑个热闹？有那时间，老子还不如在家多睡一会儿觉。他们招新跟我们有什么鸟关系？就是，人家只招10岁以下且至少双灵根的天才。别说我们年纪不符合要求，就是让你破格加入，天赋也根本不够格呀。唉，是啊，我们招新的要求也太高了。哥几个，你们说，按照他们的招人要求，岂不整个宗门全是单灵根和双灵根？兄弟，你想啥呢？墨门那么大的宗门。是的，前辈，我罗家祖上为墨门做出过一些贡献，所以但凡有灵根之人，不管天赋好坏，都能被墨门破格收录。我们这种人，也就是外人说的关系户。目前我罗家在内门还有点靠山，凭着这层关系，就给我谋了这份血都城城主的轻松差事。此地离墨门太远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若他真出手，我肯定死路一条。在内门有靠山，这条线有用。原来罗道友竟是大有来历之人，失敬失敬了。只是沾了祖上荣光而已，不然以我的天赋，恐怕连墨门的门槛都进不去。罗道友太妄自菲薄了。若我没看错，道友现在应该是炼气11层了吧？马上就要筑基的存在了，这天赋也不差呀。实不相瞒，我这一身修为都是强行堆起来的，到了现在这一步，已经是千难万难了。至于筑基，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目标人选了。罗道友，如果我有办法让你在1天之内突破炼气12层，你肯不肯帮我做件事情？什么？1天之内突破炼气12层？前辈您在开玩笑吧？别说我第10条气脉，连1个关卡都没打通，就算还剩下最后1个，也不可能1天就突破的。道友别这么绝对嘛！你可曾听说过“凝之玉果”这4个字？凝之玉果，当然听过，不过那只是传说而已。我们墨门传承数千年，还从未听说有谁亲眼见到凝之玉果的。哼，怎么可能全是单双灵根之人？可是，他们招人的标准就是这样啊！兄弟，你不懂，墨门乃是传承已久的大宗门，内部早就已经形成无数个门阀派系。哼，虽然对外只招单双灵根天才，但是跟这些派系有关联的家族之人是可以直接进入宗门的。原来如此啊！墨门内部既然有门阀派系，我或许可以从高层入手，要一个引荐入门的名额。黄兄，吃好了没？我打算出去逛一逛。逛
你是吧？我感觉有点累了，吃完上楼歇一会儿。行，那你先回去歇着，我一个人出去走走。干什么的？不要在城主府外逗留！这位大哥你好，我有点事情想面见城主大人，能否帮我通传一二？原来是城主大人的朋友，你等着啊，我这就去帮你通传。你是何人？找我什么事？城主大人，可否寻个清静的地方说话？不知前辈高人降临，晚辈失礼了，有请前辈到府内一叙。好。前辈，您请上座。罗道友不用客气，我是来有事相求的，怎好喧宾夺主？罗道友，你也坐呀。好，前辈，您刚说有事相求，晚辈这点修为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能帮到您的。罗道友实在太谦虚了，我听说明日墨门的招新测试就是你主持的吧？墨门招新，没错，血龙城归墨门管辖，每隔3年就会在这里举办一场招新仪式。天赋和年龄合格之人便可以加入墨门，但不知前辈此言何意呢？这么说来，罗道友也是墨门中人了。他们没见过，不代表就没有啊。今天我就让罗道友长长见识，如何？这真是凝脂玉骨！如假包换，这可是凝脂玉骨，若能得到此果，或许我这个4连根还真有可能在50岁以前筑基成功。前辈，你想要让我做什么？我与你明说了吧。我听说墨门之中有一种名为清明时辰的材料，所以想要弄一些。你若能给我找来10斤清明时辰，我就将此凝乳玉果送给你，你意下如何？清明时辰，墨门之中有这种材料吗？难道没有？可能是我地位太低了，就目前为止，我确实没有听说过清明时辰这种东西。前辈，要不您在血中城等一等，我明日举办完招新仪式，就亲自回宗，帮您打听一下此事。我二爷爷乃是筑基强者，他可能知道一些情况。若是有的话，我就想办法帮您带回来。您看怎么样？可以。你大概多久能回来？一来一回，估计得1个月的时间。如果中途再耽搁一下的话，我给你2个月时间。如果你提前回来，可以到如意酒楼找我。没问题。救命册。
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这世上竟真的有凝脂玉果存在，你不会看错了吧？应该错不了的，跟古书上描述的一模一样。好，好，要真如你所言，这可真是天大的机缘。若是能将此果弄到手，卖给那些长老们，绝对能大赚一笔的。不妙，二爷爷这是想把果子拿去卖，不是帮我换来修炼。二爷爷，那果子对孙儿有大用，您就帮帮我吧。清风，你天赋太差了，此果子给你吃了，你这辈子也未必能够筑基成功。但要是能换一大笔灵石供你堂弟修炼的话，没准我罗家还能再出一名筑基修士。果然如此，我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有点意思，裂空斩不从本体凝聚，而能在神识范围内任意处成型。若对手没有提前防备，确实很难躲。看来还是得借助柔云淬体丹才能修行炼体法门，不然强行修炼，非但没有效果，反而会伤了身体。没有柔云淬体丹辅助，强行练这些诡异招式，只会损伤筋骨。啊！不愧是无级别功法，果然不一般。随意的施展一下，速度就远超当初的青云步。见过秋红道友。哈哈，道友请坐，快快请坐。靳道友可真是少年英才呀！起初听清风说起你，我还有点不太相信，现在一看，竟比清风说的还要更年轻一些。秋红老哥过奖过奖了，这老家伙的嘴巴就跟抹了蜜一样，说的我都有点飘了。老哥，我们还是说正事吧。关于清明时辰的事情，你看？老弟真是快人快语。行，那就聊正事。关于清明时辰，老夫知道线索，但是手里没有现货。如果老弟信得过我，可以先将凝主玉果交给老夫，老夫保证在半年之内必定将清明时辰送到你手里。你觉得如何？先给凝脂玉果，老哥莫要开玩笑了。见不到清明时辰，我是不会给凝脂玉果的。老弟，这是怀疑老夫的人品。你可以去十里八乡打听一下，老夫可有什么不良口碑？老哥，这无关口碑和人品，实在是凝主玉果太过重要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如果老哥真有诚意，就该带着清明时辰来当面交易，那时我定然不会有半点含糊。开什么玩笑？我与他半分不熟，怎么可能凭一句话就先把凝脂玉果交出去？唉，这样的话，事情就很难办了。要知道，清明时辰这东西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。老弟不肯先拿出诚意，万一老夫将其拿出来，老弟你又突然反悔，那我岂不白忙活一趟？冒风险？没错，清明时辰在末层乃是禁物一般的存在，寻常人根本接触不到。咦，客官您回来了呀？这2天没看到你人呢。刘神叔出去了一趟，房费不会少了你的。不是房费的问题。
昨日城主大人来这里找您，我去敲您房门半天都没有回应，他就走了。城主大人？对的，他让您回来之后去城主府一趟，看起来挺急的，怕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。知道了。罗清风回得这么快，怕是有筑基强者相送，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弄到青青时辰。前辈，您是来找城主大人的吗？快快请进，他已经等您多时了。带我去见他吧。晚辈罗清风，拜见靳前辈。罗道友免礼，看你眉心郁郁成结，莫非此行不顺？说不上顺不顺，只不过这次交易已经跟晚辈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哦，为何这么说呢？是这样的，我本想瞒天过海，找二爷爷打听清明时辰的事情，结果被他一眼识破。我不得不将事情如实交代。二爷爷他有一个亲孙子，天赋比我好一些，他决定亲自跟你谈谈这件事情。到时你们就算真的交易成功，此物也不到我的手里。原来如此，重大利益面前，同族也有亲疏之分。我的目标是清明时辰，谁能拿出材料，凝主玉果就给谁。前辈，您在此稍等片刻，二爷爷他目前就住在这城主府，我去帮您喊他过来。哈哈哈哈！这位就是韩进韩道友吧？老夫罗秋红这厢有礼了。哈哈哈哈！二爷爷，我倒有个提议。什么提议？那位邹老不是您的好朋友吗？他估计没几年活头了，不如您跟他聊聊，让他作为引路人，把靳前辈引荐入门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罗家不就没有风险了吗？你说邹长老头，他虽然没几年好活了，但也有后代，岂会替老夫冒这般风险？二爷爷，邹家后代连一个灵根之人都没有，如今全在世俗，哪会受到什么牵连？而且也不让他白帮忙，您可以给他一个承诺吗？就说他老100年之后，如果邹家后辈之中出现灵根之人，我罗家必定助其重返墨门，不就行了？我相信这笔交易，他老人家很愿意接受的。毕竟邹家在墨门就他一根独苗了，他死了之后，邹家将彻底失去庇护。你说这个办法倒还真有点可行性。靳道友，如果我找别人把你引荐入门，这笔交易还算不算数？当然算数，只要能让我进入墨门，不管秋红老哥何种办法都没问题。不过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必须拿到了青眠时辰，才会把凝主玉果给你。行，你发个誓吧，我这就带你去墨门。快走！而能接触到的人也被严令禁止对外出售此物，一旦被发现，将会面临严重处罚。老夫先不说能不能拿到此物，就算成功到手，卖给你也是要担很大风险的。原来清明时辰在墨根不准对外出售，这样一来，让他带出来，确实会有风险。要不，我们换一个方式如何？换一个方式。这样，老哥，你把我引荐入墨门，我自己去谋取清明时辰，到手之后，我再将凝主玉果交给你。这样一来，你就没有对外出售清明时辰的罪名了。把你引荐入宗门，你在逗老夫呢？我对你来历一无所知，万一你将来做出危害宗门的事情，我岂不要倒大霉？怎么会？我只是为了清明时辰而已，对你们墨宫其他毫无兴趣。不行不行，
如果你只是炼器小修士，老夫还敢赌一把，但你是筑基期，老夫就一点都不敢赌了。宗门引荐要担随外责任，他不肯冒险，也在情理之中。那就没办法了，这是我能接受的最大让步。若不然，秋红道友就自己把清明时辰带出去了。先不说交易的事情，其实老夫对道友的凝主玉果是否真实也心存怀疑。道友能否取出来让我过过目？没有问题。道友，看看就行了，难道还要上手不成？老弟误会了，我只是想拿在手里看个明白而已。秋红老哥，你确定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你放宽心吧，只要邹长老头同意帮忙，弄你入门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。你只要记住一点，除了我和邹长老头外，遇到其他人少说话就是了。行吧，我是直接跟你去宗门，还是……我先带你到山门外，你在外面等我，我跟邹长老头沟通好了，再出来接你。好。这是你说的韩进？没错，就是他。金老弟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邹老哥了，他已经同意当你的引路人。见过邹老，这看起来也太年轻了些，你确定他不会有问题？老哥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他得了奇遇，才有如此修为的。而且说句难听的，您估计也没几年好活了，就算真有问题，也连累不到您的头上啊。你这家伙说话真难听。哼，虽然老夫没几年好活了，但还不想在临死之际背上一个骂名。小子，你发个誓吧，保证不会在老夫入土之前背叛宗门。南疆三宗里从不缺探子，我只要死前别背上骂名。原来他是墨门外食堂总管，难怪陆秋红这么有把握。好了，金小友，这是你的身份令牌。老夫给你登记的是1年前加入宗门，修为是炼气12层。如果有人问起，你可别说漏嘴了。至于你现在的筑基修为，你就说是入门之后才突破的。明白。你刚进门，给你划分领地太过招摇。你先到秋红老弟那里住一段时间吧。有人问，你就说是他的徒弟。等风平浪静一些，老夫再给你单独申请一个领地。还是邹老哥想得周全。那您忙着，我们就先走一步了。金老弟，这玉球院以前是我大徒子在居住的，不过他修炼出了岔子，意外陨落了，这院子就空了下来。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。关于清明时辰的事情，晚点老夫再来找你详聊。此玉符是玉球院防护栅阵的钥匙，你收好。好的。我只是为了清明时辰，不是真想对墨门不利。拿到东西就尽快离开。金道友开下门，老夫过来了。罗道友，现在可以说说清明时辰的事情了吧？当然，清明时辰之所以在墨门被视为禁物，不让一般人接触和倒卖，其主要原因乃是此物是制作清明仙图的主要材料。清明仙图，可否详细说说清明仙图的事情？清明仙图
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件福气。福气？没错，将其看作福气是最好理解的。不过，此宝的威力可比一般福气强多了，而且制作相当困难，所以此物在墨门也是镇宗之宝一样的存在。每制作出1张，都会被收藏起来，除非宗门到了危急时刻，否则是不会动用的。至于你所求的清明时辰，便是制作此画用的一种颜料，其珍贵程度自然不言而喻。原来是镇派至宝的材料，难怪罗秋红不肯轻易答应。那这清明时辰归谁保管？我又要如何才能拿到手呢？据老夫了解，此物是被收藏在玄墨峰宝库之中的，外人根本没资格去玄墨峰宝库。你想要获得此物，只有2个途径。第一个途径，门主的3位徒弟平时也在练习制作清明仙图，能够不定期从宝库内领到一些清明时辰，你可以想办法接近3人，从他们身上下手。而第2个途径，就是在清明时辰还没进入宝库之前，就将其截取下来。清明时辰的产出地就在玄墨峰的一处密洞之中，有一名练气期的守护者负责看守。每隔半年，门主洛寻就会派人前往密洞收集清明时辰，并送往玄墨峰宝库。不瞒你说，其实一开始老夫也是打的这个主意。这也太冒险了吧！虽然那位守护的实力不高，但玄墨峰可是墨门核心啊，门主就住在上面，但凡出个差错，岂不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没有你想的那么危险。玄墨峰不只是一座山峰，除了一座主峰之外，还有4座卫峰呢。门主一般居住在主峰之上，距离密洞所在的卫峰足有50-60里之远。别说他不会无聊的放出神识去探查卫峰，就算真探查，以他筑基巅峰的修为，也无法探查到密洞情况的。你需要小心的是，那位守护者虽然实力不高，但密洞之中存在警报大阵，一旦被他激活，门主马上就会收到消息了。那个时候，才真的是麻烦了。密洞在卫峰之上，这倒是个好消息。不过，卫峰也属于玄墨峰范围吧？我这种闲杂人等，有进入卫峰的权利吗？玄墨峰的4座卫峰不像主峰戒备森严，只是跟我这板丈山一样的私人两地而已，不需要得到门主允许，你也可以借着拜访的由头直接进去。不过由于你居心不良，老夫建议你不要明着拜访，直接趁着夜晚偷偷缩进去就行了。这老东西可真会说话。玄墨峰的4座卫峰里面，其中3座由门主洛逊的3名徒子居住，而剩下最东面那座卫峰则住着一位身份不明之人。此人在墨门就是一个禁忌，别说老夫，就是某些长老也不知对方具体来历。曾经有人尝试打听，结果却被一位金丹级的太上长老严厉批评。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没人敢打听此人来历。东峰的密洞守护呢？据说是一名练气期的女子，这对你来说不算什么难题。难的不是守护者，是东峰那个神秘主人，连金丹太上长老都维护，若被发现，恐怕麻烦不小。这一点其实你不用太过担心。东峰住着神秘人这件事情，其实一直都只是传说而已，没有谁亲眼见过那人的存在。就算真有，那也多半是在必死关，要不然不可能半点影子也不露。还有，事情迟则生变，我建议你尽快行动，毕竟你也不是真的想加入墨门的，对吧？行，罗道友，你给我2天时间考虑一下，究竟是冒险去东峰偷取合适，还是稳扎稳打的去结交门主3位徒弟合适？好吧，那你自己考虑一下，老夫就先行告辞了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拿到清明时辰后不想再回此地，记得将凝之玉果送到血龙城我那孙儿的手里。循序渐进太耗时间，也更容易被人怀疑，只能冒险去东峰密洞。
这应该就是罗秋红说的青面石头。那位神秘人应该不会住在此地吧？出来，往里面走走，帮我去深处看看情况。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，马上退出来。谁在敲门？这什么东西？清明仙图。你是何人？为何夜闯青岩石涧？是个哑巴。休在本座面前装神弄鬼，传音说话，否则我让你横尸当场。装哑巴没用了，筑基修士能神识传音。我是内门弟子晋寒，刚筑基成功，出来练习御剑时遇到一只长相奇怪的妖兽，于是一路追杀到此。那妖兽钻进了洞里，我就跟了进去，结果闹出误会，被这位师妹用仙图困住。刚筑基的内门弟子，李姑娘，她说她追着一只奇怪的妖兽到这里，可是真的吗？李姑娘，洛寻是筑基高手，却对炼器小辈如此客气，难道她就是东方神秘人？说起奇怪的妖兽，刚才我倒真的看到一只，既像大虾又像蜈蚣的怪物。但当我追出来时，那家伙就跑得没影了，然后这人就突然跳出来对我出手。我当时只看到一道影子飞出来，以为是那妖兽，所以才贸然出手，绝非存心对这位师妹不利。幸好他听不见我的传音，不能立刻反驳。追杀无怪这个借口总算用上了。把你斗笠摘下来，还有身份令牌送出来给我看看。令牌没有问题。我墨门能再出一名筑基强者，实乃一件大喜事。不过你半夜三更来这里，确实犯了宗门忌讳，本门主会就此事做出处罚，
就算你筑基成功，3年内也不能领取自己的私人领地，你可有意见？门主，幸好刚才没有乱说话，不然内门弟子不认识门主，必然惹人怀疑。多谢门主大人从宽发落，弟子没有任何意见。斗笠摘下来吧，你既然已经筑基，那就不再是无名之辈，我们早晚都要认识的。门主一般不会召见我，更不会和邹宗一起召见。秦寒出事了，看来昨夜那小子还是惹出麻烦了。两位前辈，门主大人让你们进去。好，有劳了。你们来了，拜见门主。典礼吧，这次喊你们过来，是要跟二老确认一件事情。有个叫晋寒的，你们认不认识？禀门主，晋寒老夫当然认得，但不知掌教为何突然提起此人呢？差点急着撇清，不打自招。昨天晚上，有一个自称晋寒的，闯入东风清民石洞欲行不轨之事，被我抓住了。他说跟二位有点关系，所以找你们来求证一下，是不是真的有关系？这怎么可能？晋寒这小子虽然有些机灵劲儿，也不至于潜入东风行不轨之事啊！门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哦，这么说，邹老你对这晋寒颇有了解了。你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呢？当然了解，他是老夫在世俗一个孙子的妻子表兄的儿子嘛。幼年时父母双亡，后来被一散修带走修行，去年达到炼气巅峰。听说我在墨门任职，就请求老夫引荐入门。若能度过此关，邹家那边绝不能亏待。对，确实是1年前，邹老哥带着晋寒来找我，让我帮忙照看一二。老夫觉得那小子还不错，就将其收为了挂名弟子。虽然平时不住在板丈山，但随时可以来找老夫请教修行上面的问题。那倒是我误会他了。他到东风或许真是意外，并非有所图谋的。劳烦二老辛苦跑一趟了，快快请坐。还好没急着撇清，不然不光晋寒要倒霉，我们也逃不了牵连。是你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认识我？李姑娘，你认得他？当然认得，他不就是当初救过洛师妹的韩进吗？韩道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他竟然是墨门中人，麻烦了。不过墨林试炼时，我从未亲口对外明自己是归元宗弟子。李道友，幸会了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哑巴吗？禀门主，其实我能够说话，只是很多时候不想开口，就对外假装失哑而已。李姑娘，你刚才说他叫韩进，这究竟怎么一回事？雷音崖时，玉玲珑叫过他师弟，这话若说出来，他会多很多麻烦。我本名就是晋寒，1年前被邹章引荐入门，后来听说靖州有个秘境现世，就独自前往寻求机缘，并在以外遇到李建威和骆云熙2人。后来回到墨门就开始闭关，前几日筑基成功才出关。今天晚上正寻一个清静之地练习御剑，结果遇到一只长相怪异的妖兽，于是就追过来看看。我是邹章的远房亲戚，早些年一直在外游荡。1年前达到炼气巅峰之后，感觉无法再提升，才恳求邹章把自己引荐入门，并被罗秋红收徒弟。若他说的是真，那玉玲珑那般护着他，恐怕不是因为师姐弟，而是另有特殊关系。虽然你说的头头是道，但也难保你没有撒谎。你且跟我到主峰一趟吧，明日我把邹章和罗秋红喊过来，与你当面对质一番。如果你所言属实，此事我便不再追究；但若对不上，可就休怪本座对你不客气了。没有问题，弟子保证说的全是实话，门主尽管查证就是。跟我走吧。这家伙竟然是墨门弟子，玉玲珑若知道此事，怕是会吓一跳吧。
老实点儿。这次行动太险了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李建威。还好他没有落井下石，不然玉玲珑的事很难圆回来。他明明只是炼气13层，洛旭却称她李姑娘。若她就是罗家秋红说的清明石洞守护者，那这个身份也太不寻常了。罢了，先过明日这一关，希望罗秋红和邹章别出乱子。爹，去哪儿呀？哦，云溪，你什么时候出关的？我都出关好几天了，爹爹，你答应送我的紫云飞画什么时候给我呀？别急嘛，为父答应你的事情不会反悔的。我正在收集材料，等集齐了，马上就请苏师叔亲自给你炼制。好吧，那我走了，去看看李师姐在忙什么。等下，有个人你帮我确认一下。确认什么？有个名叫静涵的，因为一个误会被为父抓住了。听你那位李师姐说，此人救过你，所以你去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此人。静涵？没听过这人啊。他说他用过一个化名，叫韩进来着。韩真？你跟为父去瞧瞧吧。好。韩进大哥，真的是你？云溪姑娘。正是我。韩进哥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你不是靖州敌人吗？原来韩大哥你是墨门弟子，我还以为你是靖州散修呢。说起来，我也算靖州散修吧。进入墨门之前，我除了在南疆闯荡外，还经常在靖州南阳郡一带活动。哦，这样啊，韩大哥你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吧？虽然我加入墨门有1年多了，但大部分时间都在闭关修炼，说起来还真不知道，要不然当初也不会见了你也不认识了。不知云溪姑娘的真实身份是？她是我女儿。老弟，这不好吧？万一你几10年都拿不到清明时辰，老夫岂不是到死也看不到希望？此物对老夫那孙儿有大用，你就发善心，先给老夫可否？不行不行，要不这样吧，5年，给我5年时间，5年后不管我有没有拿到清明时辰，都将凝主玉果给你，如何？5年，行，那就按你说的。到时老弟，你可不能再反悔了。这是迷雾大阵，主要是防止外人擅闯的。平时不用打开，只有在您出远门而谷中又无人看守时，将大阵打开就是了。不然大阵会消耗翡翠谷的天地灵气。靳前辈，这是宅院的镇府钥匙，内含一座小型云雾阵，灵气消耗量极低，你可随时启动。好。已经过去半个月了，再等下去，我怕真要成了末将之人。可是该找个什么理由前往玄墨峰找洛云溪呢？这墨门筑基强者众多，我这个普通的内门山主，若无要事，连主动面见门主的资格都没有。要不，直接去找李建州算了。虽然我没有权利去玄墨峰，但以拜访好友的名义去东峰，总可以吧？云溪姑娘竟是门主之女，弟子真是有眼无珠了。韩大哥，你可别这么说，要不是当初你及时出手，我洛云溪怕是早就死在秘境之中了。云溪姑娘言重了，以你的身份地位，以表不出手，你肯定也有办法渡过难关的。你们就别相互客套了，既然是误会，那此事就到此为止吧。
剑寒，既然你救过云溪，那昨晚的话就不必往心里去了。你筑基成功，可自行到内务堂申请一处领地，洞府建造所需的贡献也由宗门全包。若无其他事情，就先行退下吧。是，那弟子就先行告退了。爹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人家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就赶人。女儿啊，你太年轻了，看不懂人心险恶，可不要轻易相信外人啊。尤其是这个晋寒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，搞不好哪天被他卖了都不知道。你说什么呢？人家救了我，多说句话都不行吗？你这也太无情无义了。什么无情无义啊？为父不是让你们说了好几句吗？再说下去，你都要贴人家身上去了。哼！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找李师姐去。忠言逆耳啊！靳道友，真有你的，这都能让你逃过一劫。侥幸而已。这可不是侥幸，这事儿要是换做老夫，那肯定是必死无疑了，足以说明老弟你才思敏捷，临危不乱呐。老哥过奖了，此事虽然暂时告一段落，但也不可大意。万一门主表面不计较，却暗中监视，等着我们露出马脚，那就不好了。老弟说的极是，不过老弟，如今你也算彻底安顿下来了，这凝珠玉果可否提前给我？老哥，这可不合规矩。虽然我安顿下来了，但清明时辰依旧是遥遥无期啊，你得给我一点时间。门主来了。洛寻拜见苏师叔。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不是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，坐下聊会儿吧。哎，这一坐就是几个月，老夫也是无聊的冒泡了。宗门内可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跟老夫聊聊？这个好像也没啥有趣的事情。非要说的话，就是我们墨门又多了一位筑基强者，而且看起来还很年轻，算是一件喜事吧。又出一位筑基修士吗？倒真是不容易。我们墨门已经好多年没有内门弟子突破筑基了吧？有差不多10年了。不对，其实不止一位。云溪也在前不久出关了，成功突破筑基之境。什么？云溪丫头筑基了？老夫记得去年她才炼气10层吧，这才不到1年的时间啊！难道她没修极境？修了。修了怎么会这么快？您老又不是不知道，他那师傅玄乎得很。上次去墨灵秘境时，丫头不知得了什么好处，去他师傅那里住了一段时间，回来就告诉我已经筑基成功了。先别急着走，老夫喊你过来，还有一件正事要跟你说说。什么事啊？是这样，我们收到消息，说九州那边变天了，剑道盟正在大肆排除异己，不光针对西域魔修，连我南疆之人也毫不留情。已经有不少修炼了独骨之术的南疆修士葬生在仙道盟的猎杀之中。这些年我们还是太过低调了，以至于某些人已经忘记我们逆仙盟的厉害。既然他们喜欢挑事，那我们也绝不当受气包，是时候拿出点颜色给他们瞧瞧了。师叔的意思是要跟仙道盟开战？以我们的实力，怕是难以抗衡仙道盟吧？全面开战倒不至于，但暗中削弱一下他们的实力，以为将来做准备还是可以的。我们已经与古仙山和千毒教的几位道友商讨过了，
靖州离南疆最近，而且归元宗的实力并不强，就先从这归元宗下手。这不妥吧？归元宗实力虽然一般，但真要将其灭掉，肯定会彻底激怒仙道盟的。到时大军压境，我们得不到任何好处，反而让魔道贼子捡了便宜。这一点你无需多虑，我们不是要明着对付归元宗，而是在暗中徐徐图之。徐徐图之？对，我们打算派遣一些人加入归元宗当卧底，利用各种手段从内部瓦解归元宗。这样一来，仙道盟只当归元宗是自己内部出了矛盾，也怪不到我逆仙盟头上。而魔道盟那边见归元宗倒下，没准就会主动跳出来，与仙道盟大干一场了。如此，我们逆仙盟便坐山观虎斗，等到他们两败俱伤，再大举出兵，直接将仙道盟和魔道盟一举灭掉。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不过到归元宗卧底，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这个就看你如何安排了。但不管如何，你要切记，出去的人一定是要可控的。好，那我回去斟酌一下。师妹，如今你已筑基成功，而我距离14层都还差一点，难以继续保护你，所以我打算回去一趟，看看师傅那边有没有办法让我快些筑基。在我回来之前，你就留在墨门等我，切记不要一个人出去乱跑，可以吗？那好吧，师姐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我会尽快赶回来的，但具体时间还不确定。说起来，我这个护道者还真是不合格。我看要不要请师傅再重帮你找一个更合适的？我才不要呢！师姐，你陪我这么多年了，谁来我都不要。修为高低根本不重要，只要师姐陪着我就行了。师姐保护不了云溪，那以后就由云溪来保护师姐好了。师妹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师姐，有人来了。我去看看。静寒，李道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冒昧过来打扰，还请恕罪。没事，不过我究竟该喊你静寒呢，还是寒静？名字不过是个代号而已。我本名静寒，李道友想怎么称呼都行。那静道举过来是有什么指教吗？诶，韩大哥是你啊！我还以为是我爹来了呢。我过来找李道友聊点私事，没想到云溪姑娘也在这里。哦，找师姐有事啊？那你们聊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韩大哥，你领地建设完成了吗？选在哪儿的呀？有时间我来找你玩。在东南方向的翡翠谷。好。靳道友，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好吧，既然李道友都这样说了，那我也不拐弯抹角。我听说这清明石洞内有一种名为清明石尘的东西，想跟李道友讨要一点，不知能不能行个方便。清明石尘？你那天晚上当真是为了追那只妖兽才来到此地的？千真万确，李姑娘不会以为那晚我是来打清虚石尘的主意吧？我也是最近闲来无事，从一本古籍上了解到清虚石尘对我有大用，这才过来找李道友而已。是吗？如果你不过来找我提此事，我倒觉得那天你说的合情合理。但你再来提及清虚石尘，我就真的有点怀疑那晚你到这里到底是不是个意外了。罢了，看在当初你救过师妹的份上，我就不去深究这些了。清明石尘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得跟我保证不对外人提及此事，因为这东西乃是墨门的至宝，我只是寄居在此，顺带看守而已。如果传出去，我也不好跟人交代。当然了，
相比于我来说，我觉得身为末门弟子的你，却偷偷打清明时辰的主意，罪名或许还要更大一些。李道友放心，此事我自然明白。若非此物对我确实重要，又不好跟门主直接讨要，绝不会过来打扰你的。又怎么会不知好歹，把此事说给他人听？那最好不过了，我这算是还你当日替我保护师妹之情。此事过后，我李建威就不再欠你什么了。那是自然。好，你跟我来吧。洛门主若真想请教主出山，倒不如让洛师妹去说，效果恐怕比我师父出面还要更好一些。我这不是不想让云溪难做吗？那就没办法了，我可以帮您传个话，但结果如何，洛门主就不要抱太大希望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有李姑娘这句话就足够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李姑娘，你觉得那个名叫静涵的家伙怎么样？静涵，您指的是哪方面呢？天赋、战力、人品各方面的。天赋应该不会很差，战力也属于同境界中上，人品嘛，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，应该是属于表面随和，实则心机深沉的那一类。哼，好，就算他一个吧。这小子讨厌的很，送出去也省得碍我眼睛。菩提定魂香的5种材料：火桐木心、清明时辰、玄冰玉屑和七叶定魂草都已到手，目前就差最后一种材料龙涎香纸了。算算时间，醉老头在我识海中留下的封印，还能维持差不多3年时间。虽然听起来很长，但就算将菩提定魂香制作出来，我也得花不少时间缓慢消磨，才能彻底清除剑云咒。更何况，目前我连半点龙涎香纸的线索也没有。看来不能再次久留了，一会儿将凝主玉果交给罗秋红，就离开墨门吧。这次来到墨门，顺利拿到青面时辰，也算不虚此行了。门主大人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找你有点事儿聊聊。季寒，到了筑基之后，想要突破一层境界，可就没有炼气期那么容易了。但我有一个大机缘要送给你，你想不想要？看来我还是小瞧了清明时辰的贵重程度。这石门不光需要特定的钥匙，还得配合特殊法诀才能打开。那天即便拿到钥匙，恐怕也难以打开此门。每隔半年左右，洛虚门主就会派人过来收集清明石表面的灵尘。如今已过去好几个月，估计很快就会再次派人过来。你不要一下拿完了，不然会令人起疑。好。这家伙真是一点不客气啊！靳道友，以后若无要事，就不要再来这里了。孤男寡女的，难免让人说闲话。好的。对了，李道友，我有个疑问，能否帮我解答一下？什么疑问？就是你为什么称门主为洛勋门主呢？还有，你之前说你是寄居在此，顺便帮忙看守清明石痛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因为我并不是墨门中人。什么？你不是墨门弟子，那你怎么在这儿呢？这个乃是我的个人隐秘，实在不便相告。靳道友就不要多问了。哦，好吧。见过洛门主。是李姑娘啊，今儿怎么有时间来我这里？我打算回去一趟，来跟您辞行的。另外，师妹那边要劳烦你好生照看一下，不要让她偷偷溜出去了。
哦，这样啊，我知道了。你放心吧，云溪是我女儿，我比谁都在意她的安危，会看好她的。那晚辈就告辞了。等等，李姑娘，我倒正好有件事情想拜托你一下。如今逆仙盟群龙无首，你能否请你师父出面，让那位前辈站出来接管逆仙盟，也好让南疆修行界有一个主心骨。洛门主是想让我师父去说服教主接管逆仙盟？这怕不行。教主他曾经明确表示过，不会插手势力纷争。我师父也向来以教主为尊，从不反对他的个人决定。大机缘，世上哪有白送机缘的好事？怕不是有个大坑要送给我吧？对，大机缘。我知道有个地方藏着一种神奇丹方，名为九转凝元丹。此丹对筑基期有大用，能够代替灵石，让人快速突破修为。你愿不愿意去尝试一下？什么？不可能吧！这世上竟有能代替灵石，让筑基修士快速突破修为的丹药？怎么不可能？只是此丹太过珍贵，几乎不在市面流通而已。真有这种丹药？那门主您说的丹方究竟在何处呢？筑基之后想要突破境界真是太难了。我这一路上奔波之余不是没有修炼，可仅凭天地灵气提炼出那点道元，也显得太微不足道了，完全看不到希望。就在归元宗。什么？归元宗？那不是靖州第一大宗吗？门主，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归元宗拿丹方吧？没错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过，我可不仅仅是让你去归元宗拿丹方，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这也太离谱了！门主大人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？且不说后面如何，以我的修为，恐怕连归元宗的大门都进不去啊！你放心，我有一门秘术，可以让你将修为压制在任意境界，除非高出你一个大境界的金丹强者对你翻来覆去的检查，不然谁也看不穿你的真实修为。你将修为压制在炼气初期或者中期，再施展一些小手段，比如贿赂一下归元宗的招新之人，想必进入归元宗并不困难。到时候你再逐步放开修为，一切就顺理成章了。这门秘术可谓珍贵至极，若非如今情况特殊，我是绝对不会外传的。你只要接下这个任务，此秘术就是你的了，也算是提前给你一点奖励。至于那丹方，其价值就更不用多说了。将来你拿到手之后，我会倾尽一切代价帮你收集材料，助你炼丹，快速提升修为。看起来确实很玄乎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我的修为真的退化了？难怪洛洵对此术如此有信心。别说神识探查了，就是一般的秘术，恐怕也难以发现端倪吧。不过此术也有个弊端，压制修为后只能发挥对应境界的实力，连神识感应距离也变短。若是遇到强敌，还没来得及解除压制就被秒杀，那就冤了。以后得小心些。好在此术的太虚篇能制造云里雾里的假象，归藏篇更能将修为压死在某一境界。有了这太虚归藏术，绝神域算是彻底完成使命了。本来就打算走了，没想到还能捞一把，如今算是再无遗憾。这就去跟罗秋红道别，离开墨门吧。真奇怪，我怎么总觉得以后还会再回到这里？再会吧。金老弟，你真是个信人啊！老夫没看错你。以后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老哥客气了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老子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不承认是吧？
不承认，老子就把你活剐了，大不了再去重新抓一个就是。我不是邪修，你们这群一定会得好死的！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不得好死？就是，这家伙简直就是有眼无珠啊！难道不知道，在这白塔山一带，我们孟家就是天吗？跟他这种土标解释什么？归元宗真有九转凝元丹丹方，我虽然恨不得马上将他手里的秘术抓过来，但还是得装作犹豫一下。绝对有，只不过此丹方如今在谁的手里就不太好说了，需要你慢慢去调查。行吧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赌一把。不过我想问问，这么危险的事情，门主大人不会就给我一门秘术作为奖励吧？什么叫一门秘术？那丹方不是吗？而且以后我还要帮你收集炼制材料呢。丹方那不是后话吗？到底有没有还是两说呢？门主你还是拿出点实质性的东西吧，不然我实在没什么动力。那，这是我亲手绘制的一张清明仙图，足以困住一般筑基后期半刻钟时间，你拿去防身吧。能困住一般筑基后期1刻钟？多谢门主厚赐，弟子一定为宗门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得，别给我说这些场面话，我要的是结果。我给你们20年时间，如果完成任务，我就将你晋升为替补长老。将来长老之位有空缺时，你便可以顶替上去，成为墨门新任长老。多谢门主。不过您刚说我们，难道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其他人参加行动不成？当然不止你一人，不过为了防止意外，我不能告诉你他们的真实姓名。还有你出去以后也不能叫静寒，你不是化名韩进吗？以后就用这个名字加入归元宗吧。韩进，是，弟子谨记。不过，要是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，万一将来误伤了怎么办呢？我会给你们一个暗号，在生死关头，但凡有人喊出这个暗号，就代表是自己人。不过，非生死关期，千万别乱喊，以免你们中间出现叛徒，故意用暗号引诱你们出来相认，好把你们一网打尽。这老狐狸考虑的还挺周到。20年后再相见，这就是暗号。如果没什么问题，你就在这2天出发吧。切记，此事只有你自己知道，谁也不能说。如果因为你导致行动出现问题，就休怪本门主翻脸无情了。弟子谨记。让我当卧底，这怕是要让你失望了呀。不过这秘术倒是不错，我就先笑纳了。太虚归藏术，同州哥，这丑八怪嘴巴硬得很，别跟他耗了，直接一刀捅死算球吧。这年头散修大把的，我们重新去抓一个就是了。好，割了这么多刀，老子也玩腻了，就送你归西吧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但我对此事的始末很感兴趣。阁下可否给我讲解一下，究竟发生何事？哼，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？同州哥好身法啊！是啊，是个同州哥被人打飞了。被打了，完蛋了！你完蛋了！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？就是你，简直狂的没边了，连我孟家公子都敢打，你活不过明天了，等死吧你！让你们走了吗？你想怎么样？我们可是白塔山孟家弟子！闭嘴！前辈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冒犯了您，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跟我们这种小辈一般见识。这大公子平时嚣张跋扈，还有炼气9层修为，今年怎么对这人磕头求饶？难道被打傻了？看来你还算识趣，说吧，究竟怎么一回事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几人出来山中寻找机缘，遇到一个邪修，就准备将其抓住送去领赏。结果这家伙负隅顽抗，还对我们孟家恶言辱骂，所以晚辈才忍不住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你放屁！我根本不是邪修，是你们为了赏金颠倒黑白，恶意往我身上泼脏水。哼，你还敢抵赖？你长得这么丑，修为还这么高，不是邪修又是什么？都给我闭嘴！你刚才说送去领赏？是的，归元宗不远处设立了一个驱魔营，专门悬赏邪道和魔道修士，根据修为不同，可以获得不菲的灵石奖励。我明白了，所以你们就颠倒黑白，四处抓捕无辜之人送去领赏，对吧？不是这样的，前辈，这家伙真是邪修。
老子哪里邪了？你拿出证据来啊！你们为了赏金毒害不知多少散修，我就算下了阴曹地府，也要咒你们不得好死！他说的没错，你们是如何判断他是邪修的呢？可有什么证据吗？一点见面，可见靖州的灭魔之风已经走歪了。如此放任下去，魔道未除，靖州修行界自己就乱了阵脚，而归元宗恐怕也会彻底失去人心，成为众矢之的。洪州哥，你怕什么？这家伙再厉害，还比得上你祖爷爷吗？这位道友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见面。这事儿看你面子上，我们就不跟这丑八怪计较了。你也别揪着不放，不然后果不是你能承受得起的。这位道友，我这兄弟说话虽然直了点，但也是大实话。我们孟家在归元宗可是有靠山的，我劝你不要把手伸太长了。哦，你在归元宗还有靠山，说出来听听。告诉你也无妨，我亲弟弟乃是归元宗长老弟子，拥有炼气巅峰修为，而且人缘很好，随随便便就能喊出一大堆帮手。你得罪我孟家，只会给你带来无尽麻烦。你弟弟竟是归元宗内门弟子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不知你弟弟如何称呼呢？说了你也不认识，我弟弟名叫孟廷义，其师傅乃是归元宗当今9长老丁玄。长老你懂吧？那可是实打实的筑基强者，而且还是筑基里面顶尖的存在。此人能说出丁玄2字，看来并未说谎。不过那孟堂义，我倒是没有听过。行了，此事就到此为止吧。你们把各自的储物袋交出来，赔给这位小兄弟。以后若再胡乱抓人，败坏归元宗名声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什么？要把我们储物袋赔给这丑八怪？哼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一条贱命而已，更何况又没死，凭什么让我们赔偿？这位道友，你当真不给我们孟家半点面子？此事若是让二公子知道，你以后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不是跟你们商量，给你们10息时间交出储物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哼，就不给，我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？没错，想让我们赔偿给这丑八怪，简直就是做梦。那就是，大家分开跑。他要是敢杀我孟家一人，将来定让他全家不得好死！找死！那可是6名炼气中期啊，竟然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人难道是炼气巅峰强者不成？谢谢前辈，谢谢您的救命之恩。不必言谢，我出手并非为你，只是不想这几个家伙败坏归元宗名声而已。地上遗落的储物袋你收起来吧，算是给你的补偿了。筑基强者，看来那种颠倒黑白、抓人领赏的事，在这里并不罕见，甚至就是这些普通弟子故意纵容的结果。为了贡献奖励，草菅人命。若不是上面有人不作为，驱魔行动绝不会演变成这样。如今整个荆州散修界恐怕都已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了。哦，对了，长老大人，有件事情我要跟您汇报一下。何事？是这样的，您走的这段时间，您以前那位大师兄向天，经常到此打听你有没有回来。向天，他找我干什么？具体何事，属下也不清楚。我问过他2次，他都不肯告诉我。知道了，下次他再过来，你就让他来见我吧。短时间内我不会再出去。
这家伙吃了我这么多好东西，也不知道如今战力究竟达到哪个层次了。得找个机会拉出来试一试。他的毒性相当厉害，伪2阶的实力，如果不小心中招，恐怕筑基修士也得付出惨痛代价。去见见掌教吧。虽然他剥夺了我福院院主的职位，但我还没到要跟他翻脸的地步。拜见六长老，您来此地有事吗？我找一下掌教。找掌教？他正在归元殿内召开长老会议呢，您没收到通知吗？归元殿？哦，我刚从外面回来，可能掌教他不知道，所以没通知我吧。这样啊，那您看是去归元殿呢，还是在这儿等他？我在此等等吧。对方可是天灵真绝世天才，怎么可能真的嫁给我？他回来了。韩进拜见掌教大人。见过玲珑师姐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晚刚回来，有点累，所以没有及时过来跟您打招呼。好，进屋坐坐吧。好你个落须！我们仙道盟没来收拾你，你竟然还主动挑事！六长老，你算是给宗门立下一大功了，我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上一笔，到时你直接去内门功德厅领取贡献就是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贡献你可以兑换其他资源，但不能兑换灵石。再说一次，不过是在我伤口上撒盐罢了。掌教大人，贡献什么的，其实我并不在意，只是提醒您要多加防范而已，免得再重蹈当初长老堂之乱的覆辙。这小子是心有怨恨啊！六长老放心，既然已经知道了，那这次就绝对不会再出问题。玲珑，你刚刚上任，此事就交给你来处理了，不要让为父失望。刚刚上任，六长老还不知道吧？刚才长老议会上已经全票通过，接下来由玲珑代掌归元宗了，而我将离开宗门一趟，出去寻找结丹的机缘。待我成功结丹之日，便是我归元宗飞黄腾达之时。不用抄了，这就是手抄本，你直接拿走就是。哦，好。对了，掌教，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，就是这次驱魔行动似乎已经有点变味了，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，以免给归元宗的名声带来负面影响。毕竟归元宗想要发展，就需要源源不断的心血，而这些新鲜血液大多都来自世俗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此事，玲珑，此事也大意不得，接下来同样交给你来处理。玲珑，你怎么突然闷闷不乐？有什么心事吗？没有，只是在想要如何处理逆仙盟卧底的事情而已。那就好，你还年轻，若是有什么难以决断的，一定要跟长老们多学多问，切不可专断独行。女儿明白。那你回去吧，为父收拾一下，也打算出门了，终于可以卸下宗门重担，想想还有点兴奋呢。这些专业词汇，什么主要、辅药、引子、文火、温养、无火积功，完全看不懂啊！光有丹方不行，还得会炼丹，交给别人练又不安全。要不去找崔道言请教一下？不过炼丹师都有看家本领，他未必肯倾囊相授。拼了，就算被奚落几句，也掉不了一块肉。万一那老头给面子呢，不就赚大了？这不是六长老吗？听说你出门历练去了，今儿怎么有空来老夫这里啊？见过崔老、丁老，晚辈刚从外面回来，想找崔老讨教一下炼丹之术，不知您方不方便？六长老，
你这来的不是时候吧？我跟崔老哥下得正尽兴呢。而且六长老，说句不该说的，你张口就找人讨教人家的吃饭本事，却没有任何好处，也太不懂规矩了些。这老头吃错药了。我跟三长老说话，你跳出来横插一脚干什么？九长老，在下冒昧打扰确实不对，但你也不用这么说话吧？我好像没有得罪你。你当然没有得罪老夫，老夫也没有针对你啊，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原来如此。所以接下来的话，也要劳烦六长老你多多出力，帮忙稳住归元宗局势了。这是应该的。不过有件事情，我想要跟掌教您打听一下，若有忌讳，您直言就是。什么事情？不瞒您说，那位洛心门主在派我回来当卧底的同时，还告诉我说，归元宗有一张名为“九转凝元丹”的丹方，不知此事真假如何？九转凝元丹，那家伙倒是挺会算计的。没错，我们归元宗确实有这么一张丹方。真有？这也算是我归元宗的传承之宝。不过随着时间推移，已经失去了原本的价值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珍贵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不是说九转凝元丹能够代替灵石，快速提升筑基修为吗？说是这样说没错，但实际上跟你想的出入很大。不是一颗丹药就能让人提升一个小境界吗？你这家伙想啥呢？要真这么厉害，我们归元宗岂不是筑基巅峰遍地走了？这样啊，那一颗丹药相当于3万颗灵石，也可以啦。若是放在以前，确实算是不错了，但放在如今这个世界，却是不止。说白了，就是灵药和炼制的成本过高，不划算，对吧？没错，哪怕是替代品灵药，在如今世界也十分罕见，且成熟周期极长，根本无法源源不断的大批量生产。而零星的炼制几颗，又起不到多大的作用。这么说来，这丹方的价值并不高了，可否借我抄注一份？我不是没资格兑换灵石吗？我觉得这丹方或许是我提升自己的唯一办法了。别人不行，但我有通天药源，批量催熟灵药，大量产传丹药。就算自己吃出抗药性，卖给别人换灵石也完全可行。父亲，韩进毕竟是救过你一命的，你就再帮他一次吧。行吧。不过此丹方乃是重要传承，也不能白给你。掌教有什么条件，尽管直言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要你额外付出什么，就刚才我承诺给你的贡献，我就不替你申报了。没有问题。这张丹方就当你这次带回重要情报的奖励，你看如何？没有问题。罢了罢了，崔老哥，你们聊吧，老夫就不在这里碍眼了。哎，丁老弟，等等，别急着走啊，这棋还没下完呢。这不合适吧？你有客人来访啊？哎呀，什么客人，都是自己人嘛，谁先来，老夫就招待谁。六长老，今日老夫不得闲，你有什么事，不如以后再来。好吧，那晚辈就不打扰你了。哼，还当自己是当初的六长老呢。九灵根，这辈子估计也就这样了。哎，丁老弟小声点，人家还没走远呢。而且六长老令牌一日在他身上，那他就还是六长老。就让他得意几天吧。等掌教走后，老夫第一个站出来，要求撤了他的长老之位。倒是老哥，你们可不能中途反水啊！我反什么水？这不是大家都希望的事情吗？尤其是掌教大人，他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恐怕早就想把这小子撤掉了。要不然也不会告诉我们他是九灵根的事情，还撤掉了他的福院院主，以及断了他的灵石。正是如此，以找的情况，自然不好主动开口说这事，只能让我们替他背锅了。不说这个了，刚才那小子找老夫干什么来着？他说找你请教炼丹呢。请教炼丹？呸！他也配？一个狗屎运的垃圾而已，还想老夫教他炼丹？确实，除了运气好点，啥也不是。尤其是人品，
实在太差，竟然拿一颗凝煮玉果出来拍卖，哼，搞得大家都不高兴。我好像没有得罪崔道简和丁选吧？那两个老头子为何这般不留情面呢？难道孟同昭被我灭杀的事情败露了？也不应该。如果真的事情败露，丁玄大可以直接说出来。罢了，既然三长老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想别的办法吧。我不相信没有你崔道山的指点，我韩进就学不成炼丹了。咦，这不是六长老吗？好久不见了啊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刘老好，我想找你问问，你这儿有没有关于炼丹方面的书籍？我想购买1、2本学习下。哦，对了，顺便问一下，您老人家可曾听说过龙涎香脂这种材料吗？若是知道，还请告知一二，在下感激不尽。龙涎香脂，当然听过，不就是龙涎金檀木的树枝吗？没错，正是龙心檀木的树枝。你知道哪有龙涎金檀木吗？那你怕要失望了。我虽然知道龙涎香脂来历，却不知道哪里有龙涎金檀木。好吧。那关于炼丹书籍呢？藏宝洞有售卖吗？没有售卖。因为炼丹书籍全都陈列在丹堂之中，严加看管的，不入藏宝洞。不过，我这里倒有2本很普通的炼丹常识，是以前老夫忽然兴起，从某位散修手里买来的。你若需要，就便宜转让给你，你看如何？很普通的炼丹常识，多少钱呢？嘿嘿嘿，不要多的，你给我5万贡献就行了。5万？2本普通的炼丹常识，你要5万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卖的是某种炼丹秘法呢。哎呀呀，叫这么大声干什么嘛？买卖是谈出来的，老夫开价，你也可以还价呀。500。啥？500？你疯了吧？我买都买不来。别装了，500贡献可是相当于500灵石，我不相信2本破书在外面能卖500灵石。不可能！六长老，你太小看炼丹方面的书籍了。500是绝不可能的。那你说个底价吧。我身上总共就剩2万多贡献，这老头真是狮子大开口。3万，你好歹给老夫赚一点。你这是赚一点，老头，做人不要太贪心了。3000，卖我就拿下，不卖你就自己留着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算是服了你了，拿去，拿去。亏大了，亏大了！等，六长老，你既然想学习炼丹，总不能没有丹炉吧？这可是炼丹必不可少的东西。老夫这里碰巧有一个玄铁丹炉，顺便也卖给你好了。多少钱？10万。别走，别走呀！你还个价。买不起，我身上一共就剩2万贡献。卖你了！我可以发誓，这丹炉当初绝对是花了3万灵石买的，现在留着无用，少亏当赚了。哎，行吧，又让你赚一把。韩进，半个时辰后归元召开长老会议，务必到场。长老会议。六长老，你的位置在那里。谢谢。冲我来的。拜见戴掌教。诸位长老免礼，请坐。这次召集大家过来，主要有2件事情讨论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的驱魔行动已经让逆仙盟坐不住了，他们开始暗中部署，试图颠覆我们归元宗。
对于这种情况，我们是被动防守还是反击，需要大家一起决定。第二件事情，关于有人提议解除韩进现任六长老职位的事情，也需要大家一起商议。解除我的长老职位，难怪气氛如此诡异，原来他们早就串通好了，就瞒着我一个。关于逆仙盟的事情，老夫觉得可以等会儿再议，但六长老的去留问题，却是应该先有个结论才行。毕竟，这关系到六长老接下来还有没有表决的权利，大家说对吧？九长老说的有理，没错。哼，老夫赞同。好，既然大家这样说，那就先讨论六长老之事吧。韩进，有人说你身居其位不谋其政，常年独来独往，未给宗门做出实质性的贡献，且修为太低，天赋太差，继续任职六长老的高位难以服众，所以要你主动退出长老堂。对此，你可有什么意见？诸位说我天赋差，修为低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但若说我对宗门没有做出实质性贡献，这一点我是绝不认同的。首先，我在宗门最危险的时刻，带回了镇宗之宝冰凤旗。其次，我游历南疆，给宗门带回2条足以改写宗门命运的情报。试问就这3点，诸位长老有几人做出过这般贡献？我本可以将逆仙盟的计划隐瞒，但我还是如实上报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过河拆桥。如此长老堂，实在令我寒心。六长老，你的话老夫难以认同。冰凤旗乃是我宗镇宗之宝，你身为本宗弟子，将其带回来交给掌教，乃是分内之事，岂能邀功？退一步讲，就算此举你真的有功，掌教也给了你足够的好处。以你区区炼气的修为，就提上六长老之位，让你大赚了一笔，你也应该知足了吧？可你成为长老之后呢？对宗门发展有什么建树？反倒是隐瞒灵根天赋，利用长老职位大肆套取宗门重要资源，让你以9灵根的垃圾天赋强行筑基，让本可以供数人甚至数十人成为筑基强者的资源，全都投入到了你一人身上，你简直就是归元宗的罪人！六长老说的极是，也多亏掌教没有念旧情，及时控制住局面，下了你的福院院主，断了你的灵石，不然还不知道会给宗门造成多大的损失。二长老、三长老说的没错，韩进，你给宗门造成此般重大的损失，今天是退也得退，不退也得退，否则我们就不干了。这长老堂交给你韩进一人独裁就是。行了，大家都是归元宗之人，就算不能共事一堂，也没必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。旧账大家都别翻了，大家直接投票吧。8位长老，超过6人赞成，方可通过。老夫第一个赞同，老夫第2个，我双手赞同。好了，大家都安静一下吧，听玲珑降教怎么说。韩进，不可否认你对我玉家有天大的恩情，但我也不能为了个人恩怨罔顾宗门前途。既然大家都觉得你在这个位置不合适，那我也不能独断专行，只好委屈你交出长老令牌了。没事，宗门至上嘛，我可以理解的。长老堂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全是一群自私自利的跳梁小丑，这种宗门不带也罢。你不要太过失落了，虽然你失去长老职位，但依旧可以在内门一处灵气浓郁之地领取一座洞府领地。洞府领地，这就不必了。我现在可是一无所有，连灵石都断了，留在这里喝风不成？不如就请玲珑掌咒，直接好人做到底，把我逐出归元宗吧。韩进，你大胆，怎么跟掌教说话的呢？归元宗养了你这么多年，耗了宗门多少资源，现在说走就走，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？没错，走可以，把你从宗门拿走的资源全部还回来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
你们一个个在这里大呼小叫，还当我是代理掌教吗？要不要我把这个位置让给你们算了？或许人生就是这样，总会在高光时给人当头一棒。公子，我想跟你一起走，去哪儿都行。我现在都是无根的浮萍，能带你去哪儿？你留在内门，好生修行，比去外面闯荡要舒服得多。洪老，罗三这个人挺不错的，我走之后，他没了依靠，难免被人欺负。能不能拜托您收留一下他？公子，好，我那里正好缺个劳役管事，可以将他安排过去。多谢。公子保重！罗三，你收拾一下，晚点老夫过来接你。我还有事，要先去归元峰一趟。他走了。走了。没说什么？没有，只是站在山上发了一会儿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我们继续讨论关于逆仙盟的事情。关于逆仙盟分2步走，第1步，从世俗招收的新人年纪不能超过10岁。第2步，将此事上报仙道盟。扯上仙道盟这杆大旗。关于驱魔行动，要做就做彻底，最好是直接将整个靖州散修界肃清一遍，扫除顽固散修，让归元宗成为靖州真正的霸主。十分赞同，此事交给2长老全权处理。韩进，你当真不想在归元宗待了？对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也不为难你。你只需发个誓言，以后不与归元宗为敌，就可以走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与归元宗再无瓜葛。玲珑掌教，这不妥吧？将掌教回来，你如何交代？哼，父亲已经说了，归元宗由我全权做主，这是公事，我可以自己说了算。这，洪老不必说了，我立誓就是，我韩进在此立誓。今日脱离归元宗，与归元宗的一切恩怨就此勾销。从今以后，只要归元宗不主动招惹我，我韩进绝不与归元宗为敌。可以了。大长老，你陪韩进走一趟，送他出归元宗吧。是。那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意外，从今以后便是末路了。90根的垃圾，还妄图染指6长老之位，真是毫无自知之明。错了，他不是没有自知之明，而是太有自知之明了。以他的天赋，要不是曾经坐上这个位置，又怎么可能筑基？对呀，真庆幸提前发现了这一点，不然归元宗早晚败在他的手里。哼，蛀虫一样的存在，走了最好，还真以为归元宗没了他就无法运转了不成？洪老，我要回极云峰收拾一下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长老大人，您回来了。罗三，这些年你鞍前马后的伺候我，这里有2、3万下品灵石，算是给你的辛苦费。你以后好自为之。啊！什么？长老您此话何意啊？您要赶我走吗？不是我要赶你走，而是我要走了。我已经被开除宗籍，从今以后不再是归元宗弟子。啊？怎么可能？他们为什么要开除您啊？这不是你该过问的事，拿着吧。从第一次踏入归元宗，到成为正式弟子，进入内门，成为长老，一路走来，
好不容易有了归属感，却在一瞬间被彻底击碎。师傅，你要为俗儿做主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。我的亲哥哥孟同高被人杀死了，还有好几位族人也同样殒命当场。你哥死了？死了你就去报仇啊？找老夫干什么？难道这点事情你都无法处理？要是报得了，徒儿又怎么敢来打扰师傅？那人不仅实力强大，身份还高得离谱。身份高得离谱？放眼靖州，除了我归元宗，谁敢说自己身份高？难道他是我归元宗弟子？不是弟子，是长老，长老啊！就是那位六长老韩进，是他亲手杀了我孟家6口。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什么？韩进？你确定是六长老韩进？错不了！我父亲抓住一个散修，严加拷问，他将那人的情况说了出来，并提供了画像。我一看就认出那人是六长老韩进。可怜我孟家6口啊，就这么白白的死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看来老夫当初的决定一点错都没有。你跟我果然不是一路人。放心，那韩进此时早已不是宗门6长老，我会将此事禀报上去，让掌教替你做主的。什么？他不是六长老了？对，他不光已经被剥夺6长老之位，还被逐出了宗门。哼，连归元宗弟子身份都彻底失去。这已经是好几天之前的事情了，并且通告都已经下发，只是你没有注意而已。好，那真是太好了！我定要这王八蛋不得好死！得了吧，你虽然是炼气12层，但毕竟没有筑基，就别去自寻死路了。此事为师自有定夺。归元宗弟子不可辱！韩进如此残杀同门家属，必须严惩！前辈，您又来了，还是找夜游神大人吧。我找夜游神的师傅。啊，这……劳烦您帮我通传一下吧，就说我是他的老顾客，想请他喝喝酒。行吧，不过我可不敢保证他老人家会见您。堂主，就是那位。晚辈韩进，拜见徐老前辈。你如何认识老夫的？前辈，坐下聊如何？我有一个朋友，名叫黄梦吉。梦吉，这小子也太不靠谱了吧！竟把老夫给卖了。我跟黄兄的关系很好，前辈大可放心，绝对不会对其他人泄露您的信息的。哼，那倒是真的。要是关系不好，他也不会连师傅都卖。哼，梦吉呢？他去哪儿了？上次他是跟你一起走的吧？为什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他去了南疆。后来我有一点私事，就跟他分开了。如今我也不知道他在何处。原来是去了古树村。那你一个人来找老夫有什么事吗？晚辈最近在寻找一种材料，但跟很多人打听，都毫无线索。如今实在走投无路了，只好来打扰前辈。你们手眼通天，天下情报都在掌握之中，可否帮晚辈一次？晚辈必定铭记于心。找我打听情报，
小子，你这也太不客气了吧！要知道，情报收集是相当不容易的，甚至有时候一条情报得付出多条生命才能得到。我可以用东西交换。拿什么交换？凝主玉果。我想，这换一条情报是绰绰有余的。什么？凝主玉果？你不会再拿老夫寻开心吧？我没必要骗你。给老夫瞧瞧，那可是传说中的次圣药，这也太难以置信了。瞧瞧自然没问题，不过前辈，我还不确定您有没有我需要的情报。好吧，你想打听什么情报？龙涎香枝，我要知道龙香枝的下落。当然了，前辈若是能直接拿出几斤来，那再好不过了。晚辈不光可以将仅存的一颗凝主玉果送给你，另外还欠你一个人情。距离识海中封印时限仅剩下不到2年时间，必须尽快拿到龙涎香枝。龙涎香枝，这个还真难不倒老夫。前辈有？没有，不过我知道哪里有。但是你得先让我看看你的凝脂玉果，我才会告诉你。没问题。怎么可能？这真的是凝脂玉果？世间有太多不可思议。回想当初在炼气苦苦挣扎，如今竟能亲眼见到这等神物。你就不怕老夫拿了此果，却不告诉你龙涎香枝的下落？您是皇兄的师傅，如果您真的需要，晚辈可以无偿送给。好！我们这种人一辈子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。梦吉运气不错，老夫也真的替他高兴。收起来吧，这东西对老夫已经没用了。你既然是梦吉的朋友，那老夫也不能太过势利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就当替我那徒儿与你再结一个善缘吧。将来他若陷入险境，不管你出于朋友情谊，还是老夫这个人情，请帮他一把。好。这里名叫血龙山脉。老夫年轻时去过此地，在山脉中段有一面数百丈高的断崖，断崖前面有一座山谷，名为血龙谷。山谷里面就有一株龙涎金檀木幼苗，至今过去已有上100年，如果还在的话，应该已经长大了。你可以去碰碰运气。血龙山脉，这难道是南疆血龙城？东边那条山脉不成？哭血老怪用毒药胁迫我，徒儿命悬一线啊！哼，什么狗屁哭血老怪！区区无名小辈也敢打本座徒儿的主意，待为师去会会他。多谢师傅。好，不愧是老夫的六徒弟，你给本座等着，我早晚会来收拾你的。哭血老怪，给本座滚出来！储藏，你是谁？真是令本座意外啊！你竟然还活着，而且你不是仙道盟真正的主人，竟然踏入了魔道，也太令人不可置信了。你到底是谁？若是不说清楚，老夫是绝不会让你离开这里的。我是叶天啊！你真是叶天？哦，不可能的，我明明见过叶天，你怎么可能是叶天？什么意思？告诉你也无妨。当初老夫在鸡鸣观见过另一个叶天，相比于你，他才更像真正的叶天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的！我的本体被那群老女人镇压在古潼关内，怎么可能跑出来？本体？
原来如此啊！有趣，有趣。你去过血炉城？前不久，晚辈跟皇兄一起去古树村之后，就在血龙城分别的。早知道如此，我当初就该顺路去雪龙山脉看一看。这样啊，你现在过去也没事儿，以你的修为，花不了多少时间的。不过都过去了这么久，怕是希望不大了。不能这样说。但凡珍贵的灵药、灵木，对生长环境都十分挑剔的。若非有十足的把握移植，不会有人干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，将整棵龙血金檀木直接挖走。那倒也是哈。大师兄，您还在修炼吗？有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内武堂传来消息，说师兄你的洞府已经建造完成了，随时可以搬过去。大师兄，你有了自己的专属领地，可不能忘了我和二师兄啊。领地建好了吗？行，那你去通知古剑，让他收拾一下，我们一起搬过去。好的，师兄。等等，我让你帮忙留意的六体帝，他还没回来吗？师兄，你不说这事儿，我都差点忘了。你闭关这段时间，宗门可是发生了不少大事。大事我不关心，我只关心韩师弟到底回来没有。哭血老人给我3个月时间，如今就剩下最后几天了。要是不能交出来，我怕是死路一条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又走了。什么？我不是让你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的吗？你是不是没把我的话当回事儿？师兄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不是我不告诉你，而是我也是在他走之后才得到消息的啊。我蹲守了这么久，连面都没见到，韩进就又被赶出了宗门。师兄，他从回来到离开，前后后也就待了3、4天而已，这真的怨不得我啊。知道了，你们自己到新领地去吧，我有别的事情要办，必须离开宗门一趟。师傅，你小子不错嘛，竟然筑基成功了，这是打算去哪儿啊？师傅，您还活着，真是太好了！徒儿日思夜想。福仓，告诉本座，我那本体去了何处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不告诉我，我就把你入魔的事情公诸于世，看你如何跟仙道盟那群自诩正道的伪君子交代。你喜欢公诸于世去做就好了啊！我早已不是当年的福仓，何须跟任何人交代？仙道盟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你若没有别的事，就赶紧滚吧！看在如今你我同属一个阵营的份上，老夫不想杀你。你真的入魔了？哼，难道有假吗？我已转修大血魔功，并且已经加入血影门，誓要与仙道盟死战到底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本座也不想跟你厮杀了。不过，有件事情，你必须得给我办，不然休怪我翻脸无情。什么事？我徒儿向天身上的百日断魂丹解药，请交给我。它是我埋在归元宗的一颗棋子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向天是你徒儿？没错。不对，不对，不是归元宗6长老祭白，老子就是祭白。你个狗日的，不早说，白白浪费老夫数年光阴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误会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这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吗？你知道，我这个人最不记仇的。行，既然这样，那老夫就卖你一个面子吧。不过你那血灵碗可否借我一用？
血灵丸，这怕是不行。那东西早已被逆徒韩进偷走，现在还没拿回来呢。等以后取回来了，再借你一用如何？血灵丸对伏苍意义血凡，我不能直接拒绝，先稳住他。莫门弟子，我卖了莫门的事难道败露了？还是小心为妙。冯师兄，任务堂出了一个新任务，奖励极高啊！这次出来你领了没有？什么新任务？你不知道吗？说是我们莫门出了个叛徒，名叫静寒，只要能提供此人行踪，就能获得上万灵石奖励呢。如果能亲手将其抓住，更是直接奖励50万。还有这种事情？那静寒什么来头？据说是刚筑基没多久的内门弟子。我们这点修为，抓他虽然不现实，但要是运气好，发现他踪迹的话，还是能赚上一笔的。原来筑基期啊，难怪悬赏这么高。不过以前好像从未听说过此人啊，怎么不声不响就筑基了？还有，他犯了什么罪，会被全宗通缉呢？具体犯了什么罪没说，只说是叛宗了。从这悬赏额度来看，上面应该挺生气的。以前可从未有过这么高额的悬赏。果然败露了，必定是归元宗高层故意散播消息，说我泄露了逆仙盟的卧底计划，彻底堵死我退回莫门的路。这群老狐狸真是好算计！既然你们无情，那也别怪我无义。虽然我发誓不主动与你们为敌，但奈何你们非要挑事，以后落了我手里，也休怪我不留情面。阁下何人？这位老哥，你在跟我说话？哼，不是跟你还有何人？这里乃是我千毒教占领之地，你不可再往前面飞了，速速离去！南疆三大派，千毒教。原来此地已经被贵教占领，是在下失礼了。知道就好。念你无心之过，老夫也不为难你，赶快退去吧。怎么，你还有什么事情不成？这位老哥，其实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翻越千山万水才来到这里，菩提定魂香就差龙涎香枝了，绝不能轻易放弃。既然是不情之缘，就不要说了。老哥，当真一点希望也不给。我需要里面的龙涎香枝，你开一个价，我尽可能的满足你就是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凭什么要给你希望？我告诉你，老夫跟你废话这么多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如果再唧唧歪歪，老夫让你血溅当场。好吧，既然老哥如此说话，那我也只好陪你练。找死！什么？真以为老夫怕你不成？给我死！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！这位道友，最后问你一次，到底与不与我交易？小子，你别高兴太早了，老夫还有。什么？
二阶木盾符，速度太快了。算了，走了也好，真弄出人命，以后怕是要跟千毒教不死不休。这云雾不正常啊，这么近还看不透，难道是迷雾大阵？先眼开！龙岩金檀木，果然还在这里。